我身价万亿，却从小被父母穷养，所有同学都嘲笑我是个穷鬼，父亲更是在我8岁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害得我刚成年就当了上门女婿。老婆是我的班主任，但她在外从不承认我俩的关系。正在我认命准备浑浑噩噩度过这一生的时候，今天放学时老六父亲突然联系到我，说作为补偿给我10个亿的零花钱。一开始我以为是在骗我，直到我看到我的银行短信。您的沙雕银行尾号0182银行卡收到转账10亿元整。卧槽，123456789，靠，这么多连！不锈钢震惊地看着自己银行卡的余额，足足10个亿。你怎么坐公交来的？还比我早。那个，我今天打车回来的。你打车回来的？我告诉你，没钱了别问我要，穷成这样了还打车，活该你没出息。不等不锈钢回话，李安琪直接进了自己的房间。没过一会就瞧见李安琪穿着一身新的连衣裙从屋里出来，将她玲珑有致的身材衬托的是完美至极，看得不锈钢有些冷神。瞎看什么呢？小心我把你眼珠子给挖出来。我一会有事，你不是有钱打车吗？晚饭自己解决吧，没有钱就饿着。话音刚落，李安琪迈着长腿开门离去。哼，我俩可是合法的，我看着自己老婆怎么了？不给饭就不给饭，我现在有钱了，去好好享受一番。半小时后，不锈钢打车直接去了临江市最出名的饭店金银饭庄。服务员看到不锈钢进来后，走上前问道：“请问您是几？”一个迎宾急匆匆来到门口，话说到一半，开始上下打量起了不锈钢。破校服，又破又旧，还有补丁，光补丁还10多个。去，我们这不收服务员了。误会了，阿姨，我是来吃饭的，一个人给我开的包间。叫谁阿姨呢？我有那么老吗？哪来的穷小子？别在这捣乱。不是，阿姨，我只是觉得你稍微有点老。此时一中年男人走了进来，只见迎宾瞬间挤出了一脸的笑容，快步迎了上去。LV 的手包， Gucci 的夹克，挂在脖子上的大金链子更是晃眼。先生，您几位啊？给我开个最好的那个包间，菜钱好的上，不贵的不要。好的，先生，我这就帮您安排去。等会，我不是先到的吗？凭什么先给这个叔叔安排？先生，您稍等一下，这有个闹事的，我先去处理一下。男人朝着迎宾一挥手，独自走到了一旁的顶候区，翘着2郎腿坐在了沙发上，显然是要准备看好戏了。还敢在金银饭庄闹事，这穷逼还真是不要命了。你有病吧？人家是贵客，早都预定好了的。预定好个屁！你就是狗眼看人低，这是什么世道？穷人就连吃饭的资格都没有了，凭什么？就你这种态度，你们饭店早晚得关门倒闭。经理在内室听见了大厅的吵闹，快步走了出来。张娜，你怎么回事？我就离开一会，也不怕影响到其他顾客。经理，这有个闹事的，我马上就把他赶出去。经理上下打量一眼，缓缓开口：“先生，你有什么事吗？”虽是用了尊称，但是谁都能听出来，经理的口气冷得厉害。当然是来吃饭啊，先生，我们这都是先付款再上菜，您能接受？像这种人钱多了，都是一听价格就会灰溜溜的跑了，也用不着再多费口舌。没问题，菜单拿来。经理一怔，没想到不锈钢没跑不说，竟然还真拿起菜单装模作样的看了起来。难不成是装逼装上瘾了，非要最后到1分钱都拿不出来的时候才肯消停？不锈钢翻开菜单第一页的时候，确实被上面的价格给吓了一跳。最便宜的一道菜也要400多块，眼睛噌的瞪得溜圆。不过转念一想，他现在可是有钱人了，都点最贵的。我看看，黄金鱼翅包、珍珠鸡，还有那个招牌的深海龙虾来一个。对，我还有个包间，算钱吧。不锈钢将菜单上面价格超过1000的几乎都点了一遍，说完啪的将菜单扔在一旁，等着迎宾结算价格。呵，真是能装，很明显就是连一杯水都买不起的人，还装逼点了这么多好菜，看看一会掏钱的时候他怎么办？迎宾走到柜台前面，将不锈钢点的菜价格核算出来之后，不耐烦的用手指敲了2下柜台的桌面。一共2万6，刷卡还是现金啊？不锈钢听了价格之后，似乎有些犹豫，开始面露难色。先生，您要是拿不出钱来，请马上离开。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非要丢人丢到这个份上才算完，真是有病。就这么点钱，我还以为多贵呢，刷卡吧。这小子竟然要刷卡，还在装呢。这小子能有钱就怪了，怎么还没完没了？别是脑子有问题吧？刷呀，你不是说先付钱的吗？刷就刷，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迎宾一把抢过了不锈钢手里的卡，塞进了泡丝机里，就等着一会上面显示余额不足的时候，看看这穷鬼还有什么话说，真是不嫌丢人。刷卡成功的提示音从柜台上响起，迎宾愣住了。既然支付成功了，一定是泡丝机出了问题。经理，咱们这的泡丝机坏了。看到迎宾就算是怀疑泡丝机坏了，也不愿意相信不锈钢付款成功。不锈钢直接拿出付款记录递到经理面前。钱过去了，我这边短信提示已经过来了，能上菜了吗？经理一愣，马上低头看着不锈钢的屏幕。成功支付26000.00元，您的账户余额为99997万4000.00元。不看还好，一看经理吓得差点跌坐在地上，这么多位数字，这得是多少钱啊？
在金银饭庄当了这么多年的经理，什么样的阔少公子哥我没见过，但是存款能有这么多的，就算整个临江市恐怕也找不出几个吧。哼，还用菠萝手机，真寒酸。经理，我这就把他赶出去，然后找人来修炮司机。闭嘴，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先生，您的手机。经理立马呵斥了迎宾后，又客客气气地将手机归还给不锈钢。先生，我们店里有个顶级豪华包间，这就给您预备出来，超出的费用你也不用再支付了，就当是对您的赔礼道歉。此时一旁看戏的男子听到后，立马面露不悦，走了过来。李经理，我是周强，最好的包间我已经预定了，你们还是给他安排别的吧。金银饭庄最出名的就是带有异域风情的顶级包厢，而且只有一间。他今天就靠这个包厢来撑场面子，怎么可能被个一脸穷酸相的臭小子给抢去了？况且凭他的身份，就不信李经理不给他这个面子。这是不是那个周生集团老总的儿子？听说他家现在势头很猛的。对，是他，我去那面试过，见过他。就算那穷小子有几万块钱，也没法跟人家真正的富二代比啊。我看这小子估计是中了彩票或者捡钱了，想来这享受一把，但是没想到遇到硬茬了。穷人就是穷命，老天不让他享受了，李经理肯定的让周少爷进去。大厅里有认出了周强的身份，开始小声嘀咕着：谁？你预定了？我怎么不知道？明明是这位先生先来的。凡事都要讲究个规矩，尊重每一个客户，就是我们饭店的规矩。您要是不满意，可以换家饭店。周生集团不过是中型企业，这个周强兜里最多也就有个10几万的零花钱，跟不锈钢根本没法比。如果不锈钢也是个富二代的话，来头可就不知道要比周生他爸高出多少个级别了。这个队该怎么站？李经理心里还是有数的。周强同大厅里其他看热闹的顾客都是一愣，李经理竟然没给周强面子，还是因为这个衣衫褴褛的穷小子？难不成这小子的来头比周强还要大？你一个小小的经理竟然如此的不长眼，你给我等着，今天我有重要的事情不能耽误，不跟你一般见识，先给我安排个小的包间。经理用势利的眼神看了看周强，又转身看向不锈钢说道：先生，我叫李成，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您要是需要预定或者有什么别的事，只管给我打电话就成。行，你算是在这众多势力眼中最有礼貌的一个。一顿酒足饭饱之后，不锈钢又打包了点饭菜带回去。李安琪照顾他这么久，这些饭菜也算是当谢谢他。不过要是李安琪知道这些菜是不锈钢从金银饭庄买回来的，估计下巴都要惊掉了。刚回到家，不锈钢就瞧见李安琪坐在沙发上。你回来了呀？你去饭店吃了，家里面条配不上你了，等你没钱了别问我要，这才给了你生活费几天。不锈钢不是打车就是下饭店，哪还能挺到月底？真是烂泥扶不上墙。见李安琪起身就要回房间，不锈钢叫住了李安琪：这可是我从金银饭庄带回来的，你不尝尝吗？你哪来的钱能去金银饭庄？正当我去饭店吃饭，只因我穿着破旧的校服遭到了迎宾小姐的嘲讽。当刷卡成功的一瞬间，迎宾小姐被瞬间打脸。一顿饱餐过后，我打包了些给班主任老婆带了回去，她不仅不感激，还骂我。你去饭店吃了，家里面条配不上你了，等你没钱了别问我要。见李安琪起身就要回房间，不锈钢叫住了李安琪：这可是我从金银饭庄带回来的，你不尝尝吗？你哪来的钱能去金银饭庄吃饭？是那的经理给我的，挺好吃的，你也尝尝。人家凭什么把这么好的饭菜给你？肯定是人家吃剩下你捡回来的吧？我知道你没出息，但是没想到你能这么没出息，连剩饭剩菜都要捡回来吃，怎么普通饭菜吃够了，开始惦记大餐了？李安琪说完，砰的一声摔门回了自己的房间。和李安琪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没想到李安琪就是这么看我的。第二天，不锈钢在睁眼天已经大亮，看了眼时间，竟然已经9点半多了。不锈钢吓得一个机灵，赶忙去了学校。不锈钢气喘吁吁地跑到班级门口，就看见李安琪正拿着教案讲课，心里顿时一惊。要是别人的课还好，没想到竟然是李安琪的课，这回完了。李安琪扭头见是不锈钢，怒气瞬间飙升。你看看现在几点了？你成绩不好就算了，现在连课都不愿意上了是吗？你要是出门叫我一声，我也不能知道。你还想顶嘴？给我滚出站着！不锈钢哪还敢再招惹李安琪，只好一个人站在了班级的门口。终于熬到了午休，不锈钢早就听说学校附近开了个小资饭馆很不错，正好今天去尝尝。吃过饭，不锈钢就直接回了班级，刚进门就被许玲玲给拦住了。把钱交出来！什么钱？这个许玲玲是不锈钢的同桌，出了名的刁钻蛮横，没事就找不锈钢的麻烦。虽然长得不错，却总有富泼妇的架势。不锈钢，你自己做了什么事不清楚吗？我做什么了？哼，不锈钢你还真不要脸，赶紧把班费拿出来。谁拿班费了？你还不承认？钱我就放在我书包里了，你是我同桌，就你离着我近，而且中午全班就你走的最晚，不是你还能有谁？不锈钢，你要是现在把钱还回来，我就不去告诉老师了，不然我看你怎么跟老师交代。许玲玲，你少血口喷人。哼，我血口喷人，不锈钢，全学校谁不知道你什么德行？不是你拿的难不成还是别人吗？班里其他的同学这才听明白，
是班费丢了，在下面开始小声的嘀咕了起来。是啊，除了不锈钢，别人也不用偷这个钱吧？对呀，也只有不锈钢日子过得最困难嘛。他不会没钱吃饭，把心思动到班费上面了吧？就因为我穷，你们就说是我偷了钱；就因为我穷，你们就可以诬陷我；就因为我穷，你们就可以随便羞辱我。我不锈钢是穷，但我穷的有骨气。我就算饿死、冻死，也不会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是啊，不锈钢是穷，但是他平常也没做过什么坏事，不至于偷钱吧？许玲玲，你再看看是不是你放在哪给忘了，再好好找一下。许玲玲听见大家开始帮着不锈钢说话，顿时一怔。我不可能忘了，反正钱就是丢了。怎么了这是？就在这个时候，许玲玲的男朋友张勇走了进来。张勇，班费丢了，是不锈钢拿的。不锈钢？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不锈钢还真是你啊！中午我看见咱们这位全校出了名的贫苦户不锈钢去了学校新开的那家小资饭馆吃饭，那的价钱可不便宜啊！哼，我就说嘛，看你现在还怎么狡辩，还说钱不是你拿的，你哪来的钱去小资饭馆吃饭？班里其他同学一听也明白了，钱肯定是不锈钢拿的，只不过他咬死不肯承认罢了。真是的，穷也不能做这种事啊！不锈钢，你赶快把钱拿出来吧！你要是真没有钱了，可以跟我们这帮同学说啊，也不能做这种事啊。是啊，不锈钢，趁着事情还没闹大，快拿出来吧。我中午是去饭店吃饭了，但是花的是我自己的钱，跟班费没关系。你哪来的钱去那吃饭？肯定是用的班费，就是你偷的。我哪来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许玲玲，你管的也太宽了吧！下午的第一堂课还是李安琪的，许玲玲腾的就站了起来。老师，我有事要说。什么事？老师，班费丢了，是不锈钢拿的。什么？就是不锈钢偷的，还不承认？他穷谁不知道啊？怎么可能舍得花钱去那种地方？这个饭店李安琪知道，在学校周围绝对算是个高消费的饭店。不锈钢怎么可能有钱去那种地方？难道不锈钢把剩下的生活费都花了？我花的是自己的钱，没偷班费。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是不锈钢拿的吗？你不承认是吧？那你敢不敢让我搜身？你凭什么搜我？怎么心虚了？不锈钢，你要是没拿也不用怕，就让许玲玲搜吧，也能证明你的清白。得到了李安琪的音乐，许玲玲直接从不锈钢的裤都开始掏了起来。可是翻了半天，许玲玲都没从不锈钢浑身上下找出1毛钱来。对啊，她怎么可能放在身上？一定藏起来了。许玲玲说完，一把扯过不锈钢的书包，将里面的东西都倒了出来。这一倒，一沓红票顺着书包漏了出来。还说不是你偷的，这钱哪来的？不锈钢也是一愣，这才想起来他昨天晚上吃完饭特意去银行取了点钱傍身，他也没有钱包，顺手就塞在书里了，怎么给忘了？这是我的钱。你的钱？你哪来的钱？谁不知道你什么德行？现在人赃俱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李安琪没想到不锈钢会这么没出息，真的会去偷钱。他冷眼看向不锈钢，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李安琪，我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李安琪可是不锈钢的妻子，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李安琪对他就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不锈钢，你竟然敢直呼老师的名讳，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什么人？李老师怎么会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难道你还想再狡辩？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没偷钱。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不认错？你给我滚出去！我没你这样的学生。不锈钢一个人站在了教室外面，直到一节课过去。刚下课，许玲玲一脸不屑地来到了教室门口。啧，某些人真是不知好歹，都给过他机会了，还死不承认。这回好了，事情闹大了，我看他该怎么办。许玲玲，我没偷钱。哼，钱到底是谁偷的？大家心里清楚。许玲玲，你可以嘲笑我，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的人格。哟，就你还有人格，哈哈哈，真是笑死我了。说完，许玲玲翘着尾巴扭身就走了。许玲玲这边刚走，李安琪就把不锈钢给叫到办公室去。跟我来趟办公室。刚进办公室，李安琪怒不可遏地问道：不锈钢，我真没想到你会做这种事。你知道偷钱是什么性质吗？我没有。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我的钱是……怎么，你还想说钱是捡来的？昨天捡完饭菜，今天又捡到钱了。不锈钢，你真当傻子吗？李安琪，他们不信我，连你也不信我是吗？我凭什么要信你？都这种时候了，你还没认识到错误，我怎么跟你这种人？你爱信不信。不锈钢怒吼一声，转身就走。你给我站住！你不信我，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李安琪，你记住，我不锈钢就算是穷死，也不会做这种事。你要滚，就给我滚远点！滚就滚！不锈钢也在气头上，这么多年了，李安琪竟然不相信他，那个家也没回去的必要了。反正现在他有钱了，再买套房子根本不算什么，大不了搬出去，离开学校。不锈钢打车直奔市里最好的一个楼盘。不锈钢刚进门，几个销售员下意识的都站了起来，但仔细打量了一下不锈钢后，纷纷又都坐了回去。不锈钢见没人接待他，倒也没生气，反倒是自己在售楼处逛了起来。这套房子多少钱？一个老业务很不耐烦瞥了眼不锈钢，将一旁的实习生叫了过来。小张，你去应付2句就打发他走，看房的时候千万别让他弄坏东西。我身价万亿，却被同桌诬陷偷了班费，就连班主任老婆也不相信，我还叫我扫地出门。一气之下，我直接700万全款买房。
这套房子多少钱？一个老业务员不耐烦地瞥了我一眼，把一旁的实习生叫了过来。小张，你去随便应付应付，让走吧，一看就是买不起，过来蹭网了。实习生走过来，上下打量一番，破校服，一看就不像个能买得起房子的人，但碍于老业务员的买面子，只好讲解起了房子。先生你好，这套房子60平米。哟，周少爷，您来了。不锈钢正听实习生介绍的时候，就看见刚刚的老业务顿时喜上眉梢，屁颠屁颠的跑到了大门口。不锈钢也闻声回头，只见个油头粉面的阔少大摇大摆的走进来。不锈钢看着有些眼熟，可一时想不起在哪见过。周少爷，您打算订哪套房子？我们这都是精装修，高档家具入户，绝对配得上您的身份。老业务笑得一脸谄媚，就恨不得背着这位周少爷往里走了。就给我来那套最好的，便宜的不要啊。这话怎么听着那么耳熟？不锈钢猛然想起来，这不就是那天在金银饭庄碰见要跟他抢包房的周强周大少爷吗？还真是巧啊。那您真是来对地方了。迎着周强进了大厅，又是斟茶又是倒水，周强心里别提有多痛快了。昨天在金银饭庄，李经理的态度让他憋了一肚子的火。一个混了这么年的经理，竟然连这点人情世故都不懂。带我去看看，看最好的。周强的话音一落，老业务只觉得自己几万块的抽成就要到手了，心里是美的不行。好嘞，咱这边走周公子，现在看的这套房子，您要是当天付款当天入住，特方便。当天入住。不锈钢一听，这不就是他现在最需要的吗？等一下，带我一块去。老业务见识不锈钢，一脸的不屑。你也要看，你买得起吗？我比他还先来的呢，怎么他能看，我就不能看了？你跟人家比得起吗？周少爷可是我们这的贵宾。周强抬头见识不锈钢，一怔。怎么是你？您和他认识？我怎么会认识他？穷光蛋一个，没钱还学人家装逼。小张，你不是都介绍完了吗？让他赶紧走。我还没看到房子呢，怎么你们这的房子不让人看？你还以为这是金银饭庄？不是谁都像李经理那么没眼力劲。周强一脸的嘲讽。你要看是吧？行，就带他一起，也让他见见世面，装逼还装上瘾了你。说完，周强大步向里走去。见周强都这么说了，老业务也不好说什么，不耐烦地瞪了眼不锈钢。跟着吧，今天还真是晦气。不锈钢倒也没恼，带着实习生跟在后面。周公子，这套房子是我们这最好的一套了，楼王中的楼王，一共180平，家具都是进口的。周强进屋打量了一圈，眼睛都亮了。天然大理石的地面，真皮沙发，施华洛的水晶吊灯，满屋的好东西啊！要是能自己一个人住这种房子，得多有面子。周公子，您感觉怎么样？还行，多少钱？这房子您别看这么好，但是价钱对于您来说一点都不贵，才750万，我再给您打个折扣，一共720万，合适吧？一听价格，周强顿时瞪圆了眼睛。多少钱？700多万。他虽然是个富二代，但是每个月的零花钱也不过才20几万，头几天刚换了跑车，家里肯定不会再拿出这么多钱给他买房子的。是啊，不贵吧？周公子，我知道对于您来说，这些钱肯定都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得住的舒服，您说对吧？是倒是，但是你这房子……周强哪能直接说自己嫌贵，那里还要不要啊？只好在屋里乱逛着，想找个借口搪塞过去。房子的位置我不是很满意啊，这大市中心的，天天得多堵啊，我连个停车的位置都没有。停车啊，您不用担心，我们这有独立车库，也搞活动呢，算上房子才800万。800万！周强一听差点叫出声来，700多万他都拿不出来，更别说800万了。不是，你这采光也不怎么样啊，还有这沙发我也不喜欢，我平时最讨厌真皮的东西，多残忍啊！再说这地面大理石的，过硬啊！我要是不小心摔倒了，还不摔断条腿。老业务听到这算是明白了，重新打量起了周强。周公子，这房子您要是都不满意的话，估计整个临江市您都找不到能让您满意的了。您别是嫌贵吧？不少没钱的客户最后用的都是这种说辞，老业务怎么可能听不出来周强的话外音？见被识破了，周强马上心虚的吼着：“我会嫌贵？我周强是什么人，会在乎这点钱？”周公子，您误会了，我没那个意思。您看这样吧，我们这还有其他房源，也不贵，才100-200万，估计能符合您的要求。老业务都知道这套豪宅是没希望了，但是能卖出去别的也成啊。你这是瞧不起我吗？不锈钢在门口，热闹也看得差不多了，带着实习生也进到了屋里。房子是不错呀。老业务一个白眼。废话，看完了吧，赶紧走，买不起瞎看什么？他不要，我要啊。就你也不看你是什么德行，你连这厕所里的一个马桶都买不起。周强一脸的不屑，他买这房子都困难，一个穷屌丝能买得起？你们这是按照业绩提成是吗？实习生不明所以的点了点头。是啊。全款折扣我也不要了，该是多少就是多少。对了，还有那个车库我也要了。不锈钢掏出卡就递给了实习生，老业务一听直接懵了。周强不是说他是个穷货吗？还愣着干嘛？赶紧带我去刷卡呀！实习生一怔，顿时大喜，他才来几天就开这么大的单，能不开心吗？直接带着不锈钢去办理业务。周强一脸的不屑。你还真把他当个人物了，他要是能买下这个房子，我名字倒着写。没一会，不锈钢带着实习生回来了。你们还站着干嘛？
这房子现在是我的了，你们该走了吧？不可能，这房子要700多万，你能买得起？周强一脸不可置信的吼着。先生，这是购房合同，您收好。实习生将购房合同和一些收据递给不锈钢，看着一堆收据摆在眼前，周强愣住了。什么？他真的买了？这可是700多万啊！别说周强自己了，就连他爸也不可能能一下子拿出700多万。周强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比让人打了2巴掌还疼，1分钟都不想停留，转身直接走了。老业务也是一怔，恨不得抽自己2个嘴巴子。他怎么就这么眼瞎？近10万块的抽成就这么没了，太肉疼了。所有人走后，不锈钢一屁股就坐在了沙发上，真软啊！好东西就是不一样。正享受的时候，手机突然震了起来，是李安琪的电话。不锈钢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起来。什么事？不锈钢，你是死是活我不管，但是在家里人的眼里，咱们还是夫妻。今天我舅舅生日，8点，金银饭庄，别给我丢脸。不锈钢还没来得及回话，李安琪就把电话给挂了。什么事？不锈钢，你是死是活我不管，但是在家里人的眼里，咱们还是夫妻。今天我舅舅生日，8点，金银饭庄，别给我丢脸。不锈钢还没来得及回话，李安琪就把电话给挂了。他到底还是不相信自己。不锈钢无奈地叹了口气，打车到了金银饭庄门口，就看着李安琪站在饭店门口，一身长裙，气质尽显。李安琪看着不锈钢从出租车上下来，气就不打一处来。你又是打车来的，真是没出息！我告诉你，不锈钢，班费钱我是不会帮你出的。我没偷钱，不信拉倒。你真是无药可救，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出息。那可不一定。哼！李安琪被气得够呛，难不成不锈钢真是把自己当成大款了？用偷来的钱充大款的人能有什么出息？安琪怎么了？这是生这么大的气？没事，舅妈。李安琪见舅妈来了，狠狠瞪了眼不锈钢，没再继续说下去。舅妈一脸的不屑。安琪跟这种人置气犯不上，你也不看看他什么德行，烂泥扶不上墙，咱们进屋去。说完，舅妈白了眼不锈钢，推着李安琪就进了饭店。不锈钢先生，您来怎么没提前知会我一声呢？真是怠慢您了。金银饭庄的李经理刚刚就瞧见了不锈钢，只是看着不锈钢一直在和李安琪说话，他也就没敢上前，等着旁人都走了，这才过来。没事，就是参加个聚会而已。明白，不锈钢先生向来低调，我懂。这才是真正的人物啊，心态就是跟普通的有钱人不一样。李经理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金银饭庄内的大厅里，李安琪正和几个亲戚聊着天，舅妈瞥见不锈钢也跟进来了，一脸鄙夷。舅舅生日快乐！不锈钢没理会李安琪的舅妈，径直走到了舅舅身边。知道长辈过生日，竟然还两手空空的来，真是丢人。舅妈站在一旁又是个白眼。也是，你哪来的钱买东西？金银饭庄也是第一次来吧？要不是因为我们安琪，你这辈子都来不起这种地方，真是苦了我们安琪了。你看看你一脸的穷酸相，真是没出息。淑清够了。舅舅在一旁看不下去了。不锈钢才多大，以后的日子长着呢，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好。见丈夫开始维护不锈钢，舅妈更不乐意了。我哪说错了？你看他那个德行，能有出息就怪了。我就是心疼咱们安琪跟了这么个东西。你舅妈就那样，别往心里去。不锈钢笑着摇了摇头。李安琪的舅妈不喜欢他，也不是1天2天了，这些话他也习惯了。贺寿的人逐渐多了，舅舅开始挨个打个招呼，那些不锈钢都不认识，索性退到了一旁。没一会看见个年轻男人快步走到了舅舅的身边。李叔叔，生日快乐！我爸出差还没回来，特地让我过来给你赔这个不是。舅妈一愣，顿时喜上眉梢，抢在舅舅前面开了口：没事没事，快里面坐吧。这不是程大公子吗？他都给老李来贺寿了，看来还得是老李有面子了。是啊，程家现在可是风头正盛呢。这个程宇年纪轻轻就能替他爸独当一面，以后肯定更了不得。几个李安琪舅舅的老朋友在一旁认出了这个年轻男人的身份，在一旁小声闲聊着。正在此时，舅妈将安琪给拉到了一旁，眉飞色舞地说道：安琪，这个程玉年少有为，你不是也想自己弄个教育公司吗？正好跟小玉交流交流，没准他能帮上你呢。不锈钢听得眉头一皱，李安琪舅妈这不是摆明了要给李安琪再找个男人吗？还当着李安琪老公的面，真是不拿他当回事。舅妈拉着李安琪，硬是挤到程玉的身边。小玉啊，这是我外甥女李安琪，你们都是年轻人，肯定能聊到一起去。程玉颇有绅士风度的伸出了手。你好。你好。出于礼貌，李安琪轻握了下程玉的手肩。不锈钢在一旁的看得一清二楚，眉头皱得更紧了。平常李安琪连碰都不让他碰一下，现在竟然和别的男人握上手了。程玉啊，年纪轻轻就这么厉害了，以后肯定更有作为，比某些人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啊。舅妈虽是夸着程玉，却一脸不屑地瞥了眼旁边的不锈钢，影射的谁一目了然。这男人啊，就得有出息，不然以后日子怎么过？你说是不是啊，小玉？哪里，阿姨您太客气了。程玉说完，还不忘看眼李安琪。你看看你都那么优秀，还这么谦虚，真是难得。舅妈对程玉是越看越满意，再瞥见不锈钢，更是厌恶至极。
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这么大个人了，天天不学无术，真是丢人。程昱这才发现一旁的不锈钢，眼神里闪过一丝的不信。这位是？他啊，我们家的一个穷亲戚，今天就是来凑个热闹，蹭顿饭吃。舅妈哪能跟程昱说不锈钢是李安琪的老公，不然红线还怎么扯了？小玉，你这身衣不错啊，是在哪买的？你李叔那些西服都好几年没换新的了。是国外定制回来的，阿姨要是喜欢，把叔叔的尺码告诉我，下次我出国帮叔叔再带回来几套。这怎么好意思啊？舅妈一听程昱要送，顿时乐开了花。安琪，你不是知道你舅舅的尺码吗？你加下小玉的微信，一会给他发过去。这不好吧？到时候我给舅舅买吧。李安琪并没有掏手机的意思。没事，几套西服顺手的事。今天我也没来得及准备礼物，这衣服就当是给叔叔补的生日礼物了。说完，程昱先拿出了手机，等着李安琪打开微信界面，两人加了微信。这就对了嘛，还是小玉有心了。见李安琪和程昱互有了联系方式，舅妈顿时挤出了一脸的褶子。不锈钢在一旁有些醋。明明李安琪和程昱也没怎么样，但他心里就是不舒服。舅妈瞧出了不锈钢脸色有些不对，一声冷笑。怎么听出我俩字羡慕了？就你那点出息也别妄想了，要不是我们李家，你也就是去吃路边摊的命。老大不小的人了，天天不学无术，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什么东西该想，什么东西不该想，自己心里没点数吗？虽是拿出国说事，但是不锈钢心里清楚，舅妈指的还是他和李安琪的关系，这是在警告他别再霸着李安琪不放。程昱在一旁悠悠的开口：“你是在哪高就啊？”刚刚见不锈钢挨着李安琪坐，程昱就有些不乐意，一个穷鬼还配挨着李安琪这种美女。他啊，穷学生一个，没啥大出息了。程昱一声冷笑。这样吧，你以后毕业了可以去我们公司，看在安琪和阿姨的面子上，我给你安排个好职位。不用。舅妈一听不锈钢竟然敢拒绝，火气蹭的就上来了。你少给脸不要脸，人家什么身份，帮你找工作还不是看我们李家的面子，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德行。哼！说完，舅妈狠狠地瞪了眼不锈钢，还真是蹬鼻子上脸。舅妈，别说了。安琪，怎么我说他你还不乐意了？舅妈没想到李安琪会站出来维护不锈钢，程昱也没想到。难不成李安琪和这个穷小子还有什么关系？我有什么不乐意的？今天是舅舅生日，别因为他坏了气氛。李安琪说完白了不锈钢一眼。安琪说的对，因为他饭不上，咱吃饭，小玉多吃点。程昱听李安琪这么说，心稍稍放下了，想来也是，李安琪怎么能看得上这种人？没钱没势没出息，和自己更是不在一个档次的。程昱挺直了腰板，稍稍向李安琪的方向又靠了靠。不锈钢心里一阵苦笑，还以为李安琪会帮他，看来他真是想多了。随后开始闷不作声的吃饭。李安琪看着不锈钢在一旁狼吞虎咽的样子，眉头一皱。你就这么喜欢吃大餐，喜欢上档次的东西，就自己去赚钱，用不留的手段，算什么男人？不锈钢仍是自顾自的吃着，该说的话他早就说过了。既然李安琪不相信他的解释，他又有什么好说的？你不锈钢，你竟然不理我！哼！李安琪没想到不锈钢会不搭理他，气得干脆将身子扭到了一旁。不锈钢正吃的时候，李经理突然走了过来。不锈钢，上次你来帮忙的酬劳还没给你结算完，这些是剩下的。李经理说完，将一沓现金放在了不锈钢的面前。他在一旁听了半天，估摸是这女人在钱上面对不锈钢有什么误会，而不锈钢向来低调，也不愿多解释，就闹出了误会。李经理这才想了个法子，便想帮不锈钢解释一下。什么酬劳？不锈钢听得一愣，就是你上次来我这干活的钱，不是只结算了一半吗？李经理说完，还不忘向不锈钢眨了两下眼睛。参加舅舅寿宴，舅妈各种瞧不起我，最后我直接付了寿宴的所有费用。刚刚人家小玉要给你介绍工作，你不要，反倒来这当起了服务员，真是没出息。你的眼界也就这样了，看看你什么时候能熬出头。程昱一听不锈钢竟然在这当服务员，眼里的鄙夷更重了。虽说经营饭庄是市里顶级的饭店，在这打工赚的也不少，但是服务员始终都是个服务员。服务员也是份职业嘛，虽然赚的少点，这样吧，不锈钢，你以后要是干活累了、饿了，就在饭店里吃。你以前也没吃过什么好的，以后在这的花销就记我账上。说完，程昱很是得意的抬手拍了一下李经理肩膀。我是这的常客了，李经理，这个面子你得给我啊。李经理听了心里一阵冷笑，这个程昱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不锈钢公子还用得着他付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程公子啊！我和李经理是老朋友了，阿姨，你们以后来这吃饭，提我的名字就行。其实咱们也不算太熟吧。程昱脸色一僵，他没想到李经理竟然会这么说。其他人也懵了，这可是经营饭庄的经理啊，竟然会对一个不起眼的人这么好。舅妈也是一怔，但转念一想，不锈钢在这打工，肯定会供饭的，他什么德行，哪能受到这个经理的重视？人家经理说的没错，不锈钢是服务员，只配吃工作餐，哪用得着花钱？是啊，他在金银饭庄当服务员，肯定饿不着啊。其他人也是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李经理则是一脸不屑地看了眼舅妈。这位太太，您误会了，我并不是让他吃工作餐。不锈钢是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我很看好他，以后他在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钱我给他出。虽然我只是个经理，但是这点权利还是有的。这道菜是我老不锈钢的面子上赠送的。李经理话音刚落，就看着服务员端着一盘1米左右长的深海龙虾摆在了餐桌上，这菜少说也得几千块钱。李经理拍了拍不锈钢的肩膀，
你以后肯定大有前途，好好干，说不定哪天我都要给你打工。说完，李经理这才带着服务员下去。一桌子的客人个个震惊的厉害，没想到这么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竟然会让李经理这么看重。程昱的脸色越发的不好看。这个不锈钢算是什么东西，竟然能让李经理连他的面子都不给？哼，再看好你又能怎么样？不也只是个服务员？你别以为李经理夸你2句，你就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无论怎么样，你也还是个穷光蛋。你看看人家程昱，你跟人家怎么比？你知道光是人家这套西服就要多少钱吗？你在这2月都不够人家买个袖子的。阿姨，也没多少钱，不贵不贵。程昱脸色稍稍缓和了一些，再怎么样，不锈钢也只是个服务员，一年到头能赚几个钱，哪能跟他相提并论？小玉，我就是要让他看看，有些东西是他一辈子也得不来的。像他这穷鬼命的，就是欠骂，不然一辈子都不知道有几斤几两。舅妈越说口气越重，见李安琪舅妈说完，不锈钢才站起了身。舅舅，今天是您生日，祝您生日快乐，我吃的也差不多了。不锈钢话还没说完，舅妈又是一声冷哼，就说他是穷鬼命，钱没有几个，吃的倒是不少。不锈钢瞥了眼舅妈，继续同舅舅说道：舅舅，我今天来也没带礼物来，这顿饭我请了，就当是给您贺寿了。诸位吃好，我就先走了。说完，不锈钢直接将刚刚李经理给他的那沓钱扔在了餐桌上，随后转身离去。那一沓钱可不少，付了饭钱估计还能剩下一点。重要的是，不锈钢丝毫没有心疼的意思，扔下钱就走了，留下一屋的人面面相觑。老李，这是你家的什么亲戚啊？能花这么多钱给你贺寿，应该关系很近吧？是啊，我看这小伙子话不多，但是挺有分量，怪不得李经理那么看好他。听着屋里的人夸着不锈钢，舅妈的脸色彻底青了。不锈钢竟然真的舍得把这么多钱就留着了。不锈钢这边刚离开饭店，李经理就追了出来。不锈钢先生，刚刚实在抱歉，我是真的看不下去了。但是我知道您低调，所以才那么说的，您别见怪。没事，这次多亏了李经理了。不锈钢明白，李经理这是替他出头呢。哪里，您太客气了。回到家，不锈钢一觉睡到了大天亮。再睁眼，又过了上课的时间。穿好了衣服，不锈钢急匆匆的就往学校跑。刚到教室门口，不锈钢就看见李安琪正在讲台上讲课。李安琪扭头也瞧见了不锈钢，又是一脸的火气。不锈钢，行，我明白。这边李安琪的火气还没等发出来，不锈钢赶忙退到了门外，很是主动的站在了班级门口，等着李安琪下课走了。不锈钢才敢回到教室，刚坐在位置上，就看见许玲玲趾高气扬的走了过来。不锈钢，你还有脸来上课？我要是你做的那种事，肯定连学校都不好意思来了。就是啊，拿着班费出去大吃大喝，还装得跟没事一样，真是丢人。张勇在一旁也跟着附和起来。许玲玲有了帮腔的，劲头更足了。咱妈这是没人家脸皮厚，你看话都说成这样，她还在这坐着，我都替她脸红。你们2个少在这胡说八道。不锈钢没想到他不出声，这俩人还没完了。张勇冷哼一声，满脸写着不屑。怎么，你敢做还不敢让人说了？吵什么呢？刚到楼梯口就听见咱们班乱哄哄的。几个人正说话的功夫，李安琪竟然又折回来了。李安琪的脾气班里人都了解，哪个敢惹？听他这么一吼，屋里瞬间安静了许多。许琳琳，你确定班费是被不锈钢拿走了吗？老师，我确定，就是不锈钢拿的。许玲玲一脸的得意。是啊，老师，班里出了这种人，我们还怎么安心上课啊？把他赶出去吧，不然下次他没准就偷到我们身上来了。张勇赶忙帮腔，看看今天不锈钢还怎么逃。李安琪听得眉头一皱，声音瞬间也提高了许多。许琳琳，我再问你一遍，班费你确定不是你自己放在哪里忘了吗？老师，你这么问是什么意思啊？我肯定是不锈钢拿的，我不可能忘了，一定是他。许玲玲刚说完，就听见李安琪用力一拍桌子，砰的一声，吓得教室里的同学都是一个机灵，顿时鸦雀无声。我说没说过，在事情还没调查清楚之前，不要妄下结论。李安琪说完，瞥见了不锈钢，狠狠地剜了一眼。还有你不锈钢，是不是你做的？你自己不知道吗？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张勇见李安琪话风不对，马上就站了起来。老师，不锈钢拿班费的事都已经查清楚了，怎么能算是没调查清呢？老师，难不成你是要包庇他？老师，明明就是他，你不能因为他穷，看他可怜就包庇他。拿班费可不是小事，这么多同学都看见了。够了，张勇，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啪的一声，李安琪将个信封摔在了讲台上，是装班费的信封，上面还写着班级和许玲玲的名字。许琳琳，你过来看看这是什么？我刚回办公室，学校附近饭店的老板就把班费给送过来了，是你自己去那吃饭，把班费落下了，要不是人家老板好心，钱就让你弄丢了。听李安琪说完，许玲玲有些心虚，她记不清昨天有没有带着班费出去了，但是信封上确确实实是她的字迹。事已至此，许玲玲要是承认了，岂不是变成了全班同学的笑柄了？只能咬死这事跟她没关系。不可能，老师，不是我，就是不锈钢，没准是他跟饭店老板商量好回来诬陷我的，就是他。见许玲玲还不肯认错，李安琪怒不可遏。许琳琳，你错了还承认，就会狡辩，还诬陷同学，是谁给你惯的这种大小姐脾气？明天把你家长给我叫来，
我倒是要看看你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这个班干部你也别干了。许琳琳被气得双目通红，不过也是难得，现在真相大白了，不锈钢心里也舒坦了不少。放学后，不锈钢继续打车到了住的小区。小伙子，你在这住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就这么厉害了，都住这么好的房子了，咋不买个车呢？其实司机就是自己小声嘀咕着，但是却点醒了不锈钢。是啊，天天打车也不方便，反正他现在有钱，驾照也下来一阵了，干脆把车一块都买了，也省得车库一直空着。师傅，去宝马车店。这是哪来的穷小子，还敢来这看车？几个业务员看见贵妇，顿时眼睛都亮了，赶忙都围在了贵妇的身边，而我则是自己一个在旁边瞎看着，和被簇拥的贵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贵妇见这情形，轻蔑地笑了笑：“你们也别都围在我这呀，那不是还有别人的吗？虽然他不一定能买得起，但毕竟也是客人嘛。”几个业务员互相看看，很明显这贵妇人才是正经来买车的。再看我这个穷学生，连个轱辘都买不起，谁也不愿意过来跟我多费口水。这车多少钱啊？一个业务员瞥了眼不锈钢，有些不耐烦：“这是新款宝马七系。七系咋了？我是问多少钱？这小子就是过来看热闹过干瘾的，连七系都不知道，还问多少钱？二手车市场在下个路口，你去那看看吧。”业务员都不搭理我，贵妇在一旁冷哼一声：“哎，现在这些年轻人不知道努力赚钱，就会爱慕虚荣，学人家来看好车，2张照片就当是自己买的，真是世风日下呀！”啊，对，一个在车店干了有些年头的业务员也是不由嗤笑，但是一个转头就瞧见了不锈钢手里的钥匙。这不是华景名都的房卡吗？华景名都可是临江市有钱人的聚集地，更是身份的象征，房价高的离谱。多少工薪阶层拼死拼活忙活的半辈子，都不一定能买得起那的一个厕所。这么个穷小子竟然能有那的房子，难不成真是个低调的富二代？老业务想了想，贵妇那围了一堆人，他也不一定能挤得的进去，还不如问问这小子，他要真是个大爷，不就赚到了吗？先生，这车一共240万。老业务走到不锈钢的身边，口气很是客气。屋里其他的人一愣，这老业务平常不是最有眼力劲的吗？怎么今天眼拙了？放这个阔太不伺候，反倒跟个穷小子介绍了起来。贵妇在一旁眉头一皱，这业务是什么意思？难道我还比不过个穷鬼了？随后马上扭头跟离着自己最近的业务说道：“那个啥，把那小子看的那个车给我也介绍一下。”太太，这车可是店里刚到的新款，全市只有3辆，现在就只剩下1辆了，而且价格也合适，正配您的身份。是不错，我试一下。说着，贵妇就和另一个销售进了车里。本来老业务是想先带着不锈钢试驾一下的，但是没想到被人捷足先登了。先生，稍等一下，他们一会就回来了。没事，我不着急。不锈钢倒是无所谓，反正他时间充足。没过一会，贵妇开着车就回来了。这车我要了。贵妇似乎对这车很满意，刚从车上下来就要把车买了，嗓门大得厉害，生怕别人听不见一样。这是定金100万，过2天我过来取车。贵妇直接掏出了卡，不屑地看了眼不锈钢。哼，有些人就是不自量力，没钱还硬要装，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非要来这种地方丢人。不锈钢不知道这女人是有什么毛病，从进门开始就一直指桑骂槐，不搭理她。还没完了，穿得好也不代表就有钱，最后不也只是付得起个定金？这车我要了，全款。说完，不锈钢也将银行卡拿了出来，递给了老业务。老业务更是乐开了花，他真是没看错，果然这小子是个有钱人。贵妇的眉毛拧成了一团。这小子竟然说我没钱，现在社会上的渣子真是越来越多了，你们这怎么什么人都接待，真是掉档次，我不买了。别，太太，您消息，我这就把他赶出去，因为这种人生气犯不上。销售见贵妇要走，赶忙将人安抚住，哄了半天才走到了老业务的身边。张姐，你也是老业务了，你看他那个德行，估计连个轱辘都买不起，你还真相信他那卡里能有钱？要是因为他把刚才那位太太得罪了，车没卖出去，经理不会饶了你的。说完，销售狠狠地瞪了眼不锈钢。你要是再敢捣乱，我们就要叫保安了，请你马上离开这里。小张，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销售小张见老业务还站在不锈钢那头，更是一脸鄙夷。我哪说错了，张姐，他就是来闹事的，再留在这只会影响其他真正的客户。先生，你要是再不走，一会可能就不是这么客气了。我是来买车的，你凭什么赶我走？就你还买车？你买我还不卖呢？这位太太已经付了定金，车是人家的了。贵妇在旁边冷哼一声，说的好像自己真的买得起一样，也不掂量一下自己是什么分量。不锈钢咬了咬牙，这贵妇一直找他麻烦也就算了，没想到这销售竟然要赶他走。不买就不买，我就不信整个市里就你家是买车的。说完不锈钢，快步就离开了宝马车店，直接去了对面的劳斯莱斯车店。小张，你知不知道他拿着华景名都的房卡呢？能住得起那种房子的人，怎么可能会买不起车？他可是各大客户啊。哼，就他能住得起那种地方，
就算他有钥匙，没准也是假的，就是拿来装逼的。你看着吧，一会他就会被劳斯莱斯店的人给赶出来。就是啊，张姐，他怎么可能有钱？你看他那个德行。这回多亏小张把他赶走了，不然张姐你肯定白忙活了。屋里其他的业务也七嘴八舌的说着，老业务心里叹了口气，只希望他们说的对的，不然他肯定是要心疼死的。贵妇见不锈钢被赶出了，心也算舒坦了不少。现在真是什么人都有，什么本事没有，就知道装。在这闹完事，竟然还敢去对面的店里，真是不知死活了。销售小张也是不屑的一笑，都是这小子自找的，怪不得别人。他不是说他有钱吗？我倒要看看他一会是能买个什么东西。那可是劳斯莱斯啊，比宝马 4S 店的等级可是高了不少。这穷逼真是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宝马店里的人都在门口等着看不锈钢的笑话。来车店闹事装逼的人的确不少，但是这小子这种装上没完，最后还要去劳斯莱斯车店再装一下的倒是不多。没过一会，就看见从对面劳斯莱斯车店的车库里开出了一辆劳斯莱斯款。老业务心脏猛地跳了2下。不会是刚刚那小子买的吧？怎么可能？我估计他肯定是从人家店的后门跑了。那可是幻影啊，好几百万，就他那个穷鬼样，肯定买不起啊。销售小张对着老业务撇了撇说道：“张姐，不是我说，你都在这干这么久了，怎么还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要不是陈姐心胸宽广，我看看你怎么办。”贵妇则是轻蔑一笑：“没事，我怎么可能跟这种人一般见识？”老业务哪还能听得进去其他人说什么了，只想马上确定是不是不锈钢把车买了。没一会，就看见幻影里面下来一人，仔细一看，正是刚被赶走的不锈钢。不锈钢向对面笑了笑，上车一脚油门开走了。真的是他！其他人也是一愣，贵妇僵在了原地。车里竟然坐的真是刚刚那个穷鬼。眼看着不锈钢开车离开了门口的这条街，随后对面劳斯莱斯店的经理快步走进了宝马店，一把握住了销售小张的手。真是太感谢你们了，白送了我们个大客户。这位不锈钢公子出手真是太阔绰了，700万的车直接付了全款，连眼睛都没眨一下。销售小张和贵妇都是一脸震惊，那可是700万啊！本来人家是相中了的1000万的新款车，只可惜没有现车了。临走的时候还办了个200万的保养卡，这才是真的有钱人啊！说完，劳斯莱斯的店长笑着就离开了宝马店。销售小张就这么白白丢了个这么大的客户，只恨不得抽自己2巴掌。再回头了眼老业务，只见老业务2个眼睛就跟要冒火一样，哪里是人家耽误了他赚钱，就是他影响了人家老业务。小张，这件事我会如实告诉经理的。老业务现在答了小张的心都有了。有了车，不锈钢确实方便了许多。第二天早早的，不锈钢就到了学校，但把车停在学校里太招摇了，不锈钢只好将车停在了学校稍远些的公园。我全款买的劳斯莱斯竟被同学拍照发朋友圈，配文：老爸的新车真帅。琳琳，你爸竟然买了幻影，你家到底是做什么的啊？我记得你爸不是开的是宝驴 XE 吗？这一下可提了10多个档次啊！是啊是啊，听说幻影可不便宜呢，你爸这还是新款，肯定不少钱吧？也就几百万吧，我爸就喜欢那车。我坐在一旁，使劲的憋着笑。你爸的车确实不错。哈，用你废话，像你这种人一辈子都坐不上这种车，羡慕也没有。你呀，也就是便宜坐2手捷达的命。许玲玲用力一甩书包，坐在了位置上。还有不锈钢，你别以为有老师向着你，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咱俩的事没完。我哪还能听得进去许玲说些什么？满脑子都是我凭空冒出来的这个女孩，越想越觉得好笑。谁是不锈钢？跟我出来一趟。我正笑的时候，学校的教务处主任突然出现在了门口。我赶忙跑了出去。主任怎么会突然找上我？主任不屑地打量了一下我，就把我带去了李安琪的办公室。我和许振华刚进办公室，就看见李安琪已经坐在了办公桌前。李安琪瞧见我被许振华领着，眉头一皱。主任有事。听说你包庇不锈钢，还要找许琳琳的家长，我是他叔叔，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许振华是许玲玲的亲二叔，当初许玲玲能进这所学校也是许振华一手安排的。主任，我并没有包庇不锈钢，班费的确是许琳琳弄丢的，可以找饭店老板过来对质。李安琪这回明白了，许振华是来给许玲玲出头的。李老师，你要是一点都没有包庇不锈钢，又怎么会传出这样的话来？你作为老师，最好是知道什么是公正。许振华避重就轻，摆明了是不想讲理。不锈钢是你的学生，你看他天天有半点学生的样子吗？成绩差成这样，拖了整个年级的后腿，怎么不见你找他的家长一起谈话？许振华越说声音越大，引得办公室里其他老师纷纷看了过来。不锈钢他还说不是包庇。李安琪，你要是再这样，年级评比也不用参加了。为了这个年级职称的评比，李安琪已经准备了小半年了，但是现在得罪了许振华，估计也是没什么希望了。要是许振华想给李安琪下绊子，李安琪再说什么都是徒劳。还有你不锈钢，别以为穷，学校就得可怜你，你是学生，来这是学习的，不是卖惨的。许振华又训了半天，才离开了办公室。我看着李安琪眼眶有些发黄，无论怎么样，李安琪也是我的老婆啊。看着李安琪被人欺负了，我心里怎么会舒坦？老师，主任都走了，你还站在这干什么？
你的成绩要是上去了，还能惹出这么多事来吗？还不赶快回去上课！我就这样被赶回了教室。放学后，我本想等李安琪一起走，可以好好安慰一下他，但是没想到李安琪提前就走了，我只好取车回家。我刚上车，兜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是金银饭庄的李经理来的电话。不锈钢先生，我是李成立啊，我们店里刚到了一批进口食材，都是最顶级的，我特意给您留下了，您看看您今天有空没？今天啊，这是我们最新的菜品，别人都没吃过，就等着您来呢，您可得赏光啊！我本来是想拒绝，但是想着李安琪今天受了委屈，正好去饭店打包几个饭菜带回去，兴许能轰轰李安琪，就应下了。那成吧，我这就过去。到了金银饭庄，李经理亲自出来迎接我。吃饱喝足后，我让李经理打包了几个饭菜，准备给李安琪带回去。我正在饭店门口等李经理的时候，瞧见了许振华。学校现在正在拉投资，许振华是负责人，恰好今天在金银饭庄摆了饭局，宴请投资人。没想到刚到门口，却碰见了我。不锈钢。许振华一怔，他是听许玲玲说了我最近兜里有点钱，但是也不过这一桌饭菜的。转念一想，我没准是在这找的兼职，才会出现在饭店。你不会是在这打工吧？许振华见我没回话，更是认定了自己的想法，顿时挺直了胸膛。不锈钢，从咱们学校出来的学生，哪个不是社会上精英？再看看你，竟然来这当个服务员，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会怎么看学校？你这是在给学校抹黑。许振华言辞凿凿，一副严厉师长的模样。明天我就报给学校，你准备好检讨书吧。这次的学校组织的招聘会，你也不用来参加了。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李安琪是怎么教育你，早知道你是这个德行，当初就不应该让你进学校。这个不锈钢竟然敢惹我许振华的宝贝侄女，正愁没由头收拾他呢。今天正好给他点教训。主任，服务员也是正经工作，怎么就抹黑了？许振华见我敢红，火气一下子又大了许多。你知道什么？还敢顶嘴？信不信我记你当案里，给你记个大过？还有那个李安琪，真不知道是什么二流师范大学毕业的，连个学生都管不明白。我一听又扯到了李安琪，脾气也上来了。李老师很好，我出来工作，跟李老师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李安琪教育出来的好学生，跟学校老师竟然这么说话。不锈钢，你顶撞师长，明天等着挨罚吧。还有李安琪，他是你班主任，一样跑不了，还想评优秀教师，就他的这点水平，当个老师都不算合格。我没想到又牵连到了李安琪，也不敢再说下去，两个眼睛死死地瞪着许振华。哟，再瞪一个，真是没有家教的东西。许振华一脸的不屑，你这种人，就算进了社会，也没什么出息。许振华正训我的功夫，一辆奔驰停在了饭店门口。车上下来的竟然是周强，慢悠悠地走到了许振华的身边。许主任，这是怎么了？生这么大的气？许振华也瞧见了周强，急忙换了个表情，一脸的笑容迎了过去。周公子，我碰见个惹祸的穷学生，正教育他呢。穷学生可不是吗？没什么大出息，还不知道上进，要不是看他家穷，早就被学校给开除了。许振华说完还不忘回头狠狠地瞪眼我。周强正准备往饭店里面走的时候，一个抬头才看见许振华训的学生竟然是我，顿时吓了一跳。这是倒了什么霉？短短几天竟然能碰见这尊大破3次。许振华见周强停在了原地，一把将我扯了过来，没好气地说道：“真是一点眼力劲都没有，这是周公子，还不赶快跟人家打招呼？周公子，实在不好意思，这小子没见过什么世面，更没接触过您这种人物。”周强听许振华这么一说，脸一下子就青了。700-800万的房子，不锈钢说买就买了，许振华竟然说他没见过世面。虽然周强也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背景，但周强心里清楚，他绝对惹不起我。许振华愿意做是许振华的事，可别牵连到我啊！周强想着之前的2次他已经惹到了我，要是再来一回，周强怕是在临江都要待不下去了。我看着周强的脸上的尴尬，抿着嘴差点笑出声来。周公子你好啊！周强一听，吓得一个机灵，哪还敢再跟我回话，瞥了眼许振华，急忙开口：“我还有事，今天这饭不吃了。”周强说完，紧跑了2个上车。许振华愣在原地有些发懵，不是约好了谈投资的事吗？周强怎么说走就走了？再回头看一眼不锈钢，肯定是这小子刚刚不懂礼数，惹怒了周强。你这个没规矩的东西，周公子都让你气走了，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学校新的投资商，学校投资这么大的事，就让你这么给搅黄了，你完了。哼，这回你捅了这么大的篓子，就不信学校还能留他。还有李安琪，明天我就去告诉校长，让他再包庇你，你们2个一个都跑不了。许振华说完，转身也开车走了。李经理刚拿着我要打包的饭菜出来，就看见许振华满是怒气，甩手离开。不锈钢先生，怎么了？这是？没事，谢谢了。接过饭菜，我上车就去了李安琪家。学校主任污蔑我搞砸了招商投资，还扬言要把我开除学校。晚上没吃饭的吧？我从金银饭庄给你带了点吃的。我一进屋就把饭菜放在了桌上。李安琪看着我拎来的饭菜，心想肯定又是不少钱，眉毛瞬间又拧了起来。你又去挥霍了是不是？你一个服务员能赚多少钱？天天还这么大手大脚的。
以后能有什么出息？我见李安琪又生气了，赶忙解释。你误会了，是李经理看我最近表现好，特意把这些饭菜送给我了，当时奖励都是新做的，保证又新鲜又干净。听我这么说，李安琪的表情才缓和了不少。今天的事，你消消气。想起今天许振华说的那些话，李安琪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说说你，要是你成绩好的话，许振华还能借题发挥吗？枉我当初费了那么大劲才把你弄进学校。当初我的成绩是不够进江大的，都是李安琪忙前忙后，学校才给我开了后门，让我成了江大的学生。李安琪这么做也只是为了以后让我能有个好出路。你自己说，以你现在的情况，哪家公司能要你？难不成你要当一辈子服务员吗？你放心，我以后肯定努力，找个好公司，绝不给你丢人。你就只会说，过2天学校的招聘会，你给我好好表现，别让我永远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李安琪说完，快步回了自己的房间。我现在确实有钱了，但是也改变不了我在李安琪心里的印象。就算我现在跟李安琪说我是个有钱人，估计李安琪也不会相信吧。第二天一早，我早早的去了学校。我刚坐下，许振华又来了班级门口。吴秀刚，你给我出来！许玲玲在一旁笑得很是得意。昨天晚上许振华就把我得罪了投资商的事告诉了他。这回看你还能怎么办？搅黄了学校的投资，别说是李安琪来了，就算是神仙来了，校长也不会放过你。许振华进到校长办公室，瞧见了校长，马上变成了一副卑躬屈膝的姿态。校长，我把不锈钢带来了，李安琪一会就过来。在来找我之前，许振华已经给李安琪发了信息，让他也到校长办公室来。黄校长扫了眼我，不由皱了下眉头，才同许振华继续说话。谁让你叫李老师过来的？听着校长口气不太好，许振华心里一惊，但是想着我把投资给搅黄了，校长心里肯定高兴不起来，生气也是合理的。没准校长是想先解决完我之后，再训李安琪。校长，那我现在马上就通知李安琪，先不用过来。见校长同意，许振华马上给李安琪去了电话，让他不用过来了。收起电话，许振华规整的站在一旁。校长，就是他把周公子给气跑了，这次的投资对于学校那么重要，竟然都毁在了这个小子的手里。我当时都已经提醒过不锈钢了，可他还是一点礼数都没有，得罪了周强。许振华添油加醋的说着，欺负我侄女，昨天竟然还敢跟我这个主任顶嘴，这回在校长面前，看你这小子还敢不敢再嚣张。你说是他得罪了周强，所以投资的事作罢了。黄校长低沉着声音，屋里的温度仿佛都低了许多。校长，这事也怪我，当时我在旁边，没能拦住他口无遮拦，但是我真的尽力了。当初不锈钢的成绩就不够进学校的，也是看他家穷，这才特批了他。许振华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不知道还以为他在我身上花费了多少心血一样。他的班主任李安琪是我的下属，李安琪没能教育好他，放纵不锈钢不管，让他不知道天高地厚，惹出了事，跟我这个主任也有关系。许振华说完站在一旁，心里得意的厉害，投资的事被他推得一干二净，就不信校长能放过我和李安琪。这回看李安琪怎么护着我，只要把我赶出学校，也算是给他侄女出了口恶气。你说的没错。黄校长低沉的开口，许振华赶忙跑到校长身边，一脸谄媚，都是校长教导的好。你当我是夸你吗？哼！许振华还没反应过的时候，就听见黄校长用手用力一砸办公桌，砰的一声吓得许振华一个哆嗦。许振华不知道校长为什么突然发了这么大脾气，可又不敢开口问。吴秀刚还是学生，没接触过社会，你把拉投资失败这么大的责任都压在一个学生的身上，许振华，你的脸呢？黄校长怒视着许振华，许振华一听顿时有些慌了，这剧情和他想的不一样。不是校长，你听我解释。还解释什么？投资的事你不用再管了。昨天周强离开了饭店后，越想越后怕，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是他要投资学校，要是最后他没投，他会再惹怒了我。想着直接给黄校长去了电话，电话里周强告诉校长他十分看好学校一个叫不锈钢的学生，江大能培养出像不锈钢如此优秀的学生，说明学校的实力肯定不容小觑，所以打算投资。但是这些话听在黄校长的耳朵里，却成了另一番意思。周强摆明了是因为不锈钢才确定了这次投资，这个叫不锈钢的学生竟然能被周强这种纨绔子弟如此欣赏看好，难不成不锈钢真有什么不一般的才能？校长，都是不锈钢，是他得罪了投资人，真的跟我没关系啊，校长。为人师表，竟然把责任都推到了学生的身上，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许振华觉得脑子嗡嗡作响，校长怎么会这么维护我？这事跟李安琪也有关系。你还想扯到别人？许振华，你看看你哪还有一点主任该有的样子？回你自己办公室给我好好反省去。黄校长不再给许振华辩解的机会，直接把许振华轰了出去。这场戏我也有些没看明白。我和校长从来没有什么接触啊，今天这是怎么了？许振华离开后，校长打量了一下我。身为学生，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用想那么多，千万别让我失望。知道了，校长。我在校长办公室坐了一会回来。许玲玲瞧见我什么事都没有就回来了，一脸诧异，立马提高了嗓门。不锈钢，你怎么还有脸坐在教室里？学校投资这么大的事都被你搅黄了，你还敢回来？班里其他同学听见投资两个字都来了精神。什么投资？你怎么了？许玲玲见同学都凑过来了，精神头一下子就上来了。咱们学校最近在拉投资，听说投资要到位了的话，咱们的学校的档次一下子就上去了。
没准要比金大还厉害呢。许玲玲说完，又不屑地瞥了眼一旁的我。不过现在泡汤了，不锈钢得罪了投资人，什么都没了，再找个投资人，指不定得等到什么时候呢？有些人啊，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是江大能超过金大的话，这帮学生出去肯定也是倍有面子的。但是许玲玲这话说的没凭没据，其他人并不是很相信。不会吧？我们怎么没听见信呢？是啊，不锈钢就是个普通学生，怎么可能得罪到投资商？他们不可能有交集啊。玲玲，你是不是听错了啊？许玲玲见同学们不信，立马扯开了嗓门。我叔叔是咱学校的徐主任，他亲口跟我说的，还能有假？张勇在一旁也马上开口，是真的，我作证。学校主任污蔑我搞砸了招商投资，还扬言要把我开除学校。琳琳，你叔叔是许振华，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啊？难怪徐主任都没怎么挑过咱们班的毛病，肯定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好羡慕你啊，琳琳，家里那么有钱，在学校还有徐主任疼你，你这命也太好了吧？许玲玲在一旁听着，心里得意的要命。不锈钢一个没钱没势的穷光蛋，还敢惹她？其实这也没什么的，就是可惜了。学校本来能一下子提个档次，但是现在因为某些人都成泡影了。许振华说的话怎么可能有假？不少的同学都相信了许玲玲的话。不锈钢，你惹人家投资商干什么？这回好了，因为你自己害了我们所有人。你自己成绩不好，不学习，也不能影响我们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啊。你知不道学校的等级会影响我们找工作的？不锈钢，要是我们以后没找到好公司，你负得起责吗？许玲玲心里那叫一个痛快。谁说投资的是黄了？许玲玲见不锈钢还在嘴硬，一声冷笑。你死鸭子嘴硬没关系，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别以为你现在能回教室上课就没事了，估计学校领导现在正研究要开除你呢。许玲玲，你是不是有臆想症？我只觉得许玲玲太可笑了。你不锈钢你也就能乐呵这么一会了。我叔叔说了，你这是对学校影响的特别大，把你开除了，不让你赔偿，就已经算轻的了。在许玲玲眼里，我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但是许玲玲在教室等半天，也没等到关于我的转发通知，看着我还能美滋滋的坐在教室里，许玲玲憋了一肚子的火气。到了上课时间，许玲玲见李安琪走进教室，噌的就举起了手。老师，李安琪见又是许玲玲，不由得拧了下眉毛。你又有什么事？老师，不锈钢搞砸了学校的投资，闯了这么大的祸，他怎么还能坐在班级里？不锈钢搞砸了投资。是啊，老师，不锈钢这回影响的可是整个学校，不能再这么纵容他了。许玲玲坚信，搅黄了学校的投资绝对是大事，哪怕李安琪再可怜我，这回也不可能护得住我。李安琪听许玲玲说完，眉头皱得更紧了。许玲玲，你在胡说什么？老师，我没有胡说，是不锈钢不懂礼数得罪了投资商。许玲玲见李安琪不信，干脆将许振华告诉她的事都讲了。我怎么没听说？老师，是真的。许玲玲话还没说完，就见李安琪的拳头砰的一声砸在了讲桌上。够了，许玲玲，我有没有说过，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不要妄下结论？可是，闭嘴！以后不要乱传这种道听途说来的谣言。学生应该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你不知道吗？上课。李安琪一声怒，谁也不敢再说话。许玲玲只好又坐回了座位上。我叔叔可是教导主任，对学校的大事小情都了如指掌，消息不可能出错。不锈钢既然闯了这么大的祸也没事，学校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仁慈了？放学后，不锈钢在门口等着李安琪下班，没一会就看见李安琪步履匆匆走了过来。不锈钢赶忙开口：“今天晚上咱们出去吃吧，我定了。”我晚上有事，我之前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是不是？手里有点钱就要出去挥霍，能有什么出息？还没等我把话说完，李安琪直接把我拒绝了，随后转身离开。我无奈的叹了口气，本来打算带李安琪去加一个叫米兰达的西餐厅尝尝，听说那的口碑极好，顺便还能和李安琪聊聊我最近的那些事，所以提前订好了位置，但是现在只能自己去。此时米兰达西餐厅门口，只见程玉从车上下来，李安琪的舅妈正堵在餐厅的门口，程玉快步到了餐厅门前。阿姨等久了吧？程玉托人从国外给李安琪的舅舅带了几套西装，用着送西装的名义把舅妈约了出来，其实是想从舅妈的嘴里套话，希望能快点讨到李安琪的欢心。没事，我也刚到。小玉，你说你又送西服又请吃饭的，真是太客气了。这家餐厅在市里名气很大，要说金银饭庄在临江市里是传统饭店里的龙头老大，那眼前的米兰达就是市里西餐行业中的标杆。李安琪的舅妈之前就想尝，只是位置不太好定，所以一直没来。没想到今天程玉竟然就请她来这吃饭，看着米兰达豪华的门脸，舅妈别提有多高兴了。阿姨是您客气了，我已经订好了位置，咱进去吧。进到了餐厅里，程玉和舅妈在服务员的礼物下找到了位子。舅妈虽然也去过不少的好餐厅，但还是被眼前的座位给惊到了。小玉，这家餐厅本来消费就高，你现在又订了这么好的位置，肯定要不少钱吧？舅妈嘴角都快要咧到耳朵后面了。阿姨喜欢就好，一点也不贵。其实程玉也没想到，他只是订了个普通的位置，竟然会这么奢华。虽然价格要比其他饭店稍高一些，但是和这些配套的设施一比，还是合适太多了。阿姨，安琪最近好像很忙啊。程玉连着给李安琪发了几个信息，但是一次都没能得到过李安琪的回应。舅妈听着一愣，人家程玉是什么人？能已经主动找李安琪了，就说明程玉是有那方面心思。
她这个外甥女怎么连这都看不明白？随后舅妈赶忙替李安琪解释，她最近一心都扑在了她那个教育机构上面，是有点忙。教育机构，我家的公司最近正想投资个教育机构呢，正好是我负责的。是吗？小玉，你看在阿姨的面子上，可要帮帮安琪啊。舅妈正愁找不到什么借口把俩人撮合都一块呢，给李安琪打了几回电话，让她约程玉出来吃个饭什么的，都被李安琪拒绝了。这回好了，也不用再想别的办法了。那是一定的，最近公司的事差不多都是我在负责，投资安琪的机构应该不是问题。你爸现在已经开始让你帮忙管理公司了。是啊，我爸希望我能尽快接手公司。舅妈一听程玉马上就要接手整个城市集团，眼睛都亮了。现在不少的富二代就知道天天出去灯红酒绿，哪有几个能像你这么优秀还踏实肯干的？阿姨，您过奖了。舅妈越看程玉越喜欢。这要是安琪真的能跟了他，以后还有什么好愁的？只可惜被不锈钢那个穷鬼给耽误了，好好的一朵鲜花硬插在了牛粪上，真是气人。你看你这么优秀，再看我们家的那个穷亲戚，老大不小的了，一点出息都没有，就是那个叫不锈钢的，上次你见过？之前的寿宴李经理因为这个不锈钢，连他的面子都没给，程玉哪能不记得？他呀，可不就是穷的叮当响，还不知道上进，上次有点钱就不知道怎么样好了。提起我，舅妈气得直咬牙。上次的宴会，我最后可是一点面子都没给他留。我这时候也到了餐厅，出示了自己订桌的信息后，就被服务员带进了餐厅。我订的是 VIP 1号桌，但是刚走近一些，却发现那里已经坐了2个人。服务员也懵了，1号桌怎么来了2伙客人？赶忙过去询问。先生，请问您是这桌的客人吗？是啊，怎么了？不锈钢。程玉跟服务员说话的时候，舅妈一抬头瞧见了站在不远处的我。怎么到哪都能看见他，真是晦气。舅妈很是嫌弃的瞪了眼我。这种地方他怎么能进得来？难道他在这也找了兼职？我也看见了舅妈和程玉，慢悠悠的走了过去。舅妈好。你别叫我舅妈。舅妈一脸的不屑。怎么经营饭庄给你开的工资不够花了，又来这打工了？也是，就你那个挥霍法，再不打工都得饿死。你没看见陈公子也在吗？连个招呼都不会打，真是没教养。不等我开口，程玉鄙夷的一笑。没事，阿姨，我不会和个学生计较的。好在人家小玉不跟你一般见识，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舅妈一脸的尖酸刻薄，转身又同一旁的服务员继续说道：“你们这也算是个高档餐厅，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招？有他这种服务生在，也不怕影响了你们餐厅的生意？”服务生，这位先生不是。舅妈见我连这个服务员都不是，嗓门又尖了起来。啧，你连个服务生都没面试上，还不赶快滚，真是丢人现眼。女士，您真的误会了，这位先生是这张桌的客人，你们的位置可能搞错了。服务员在一旁等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插嘴的机会。他是来吃饭的。程玉听着一怔，不锈钢不是个穷小子吗？哪能吃得起这个东西？而且还说我们做了不锈钢的位置，简直是天方夜谭。舅妈则是不屑一笑。这是他的位置，你们肯定是搞错了。你看看他那个德行，怎么可能来得起这？没准他是弄个什么假的订桌信息，就是来混吃混喝的。滚！他妈的，凭什么老子定的位置你们站着不让？姓陈的，以后我见你一次收拾你一次。还有你，虽然是我老婆的舅妈，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下次嘴上给我没把门的羞辱我，我撕烂你的狗嘴。去豪华饭店吃饭，舅妈跟富二代占我位置，我反手给他们买单。不锈钢啊，你穷就算了，还用这么不要脸的方式来蹭饭店，没想到这回撞在枪口上了吧？舅妈干脆笑出了声，以为我肯定是想混进来感受一下什么叫高端。人家程玉是什么身份？来这吃饭坐最好的位置是理所当然的。再看你，把你卖了都不够换一道菜的。你们再好好查一下，我们的确订的是1号桌。程玉说着拿出了手机上订桌信息，递给了服务员，不屑地瞥了眼我。不锈钢真没想到你为了能进来吃饭，连这种办法都能想得出来。我就看在阿姨的面上，让服务员给你加个边凳，一块吃吧。反正一顿饭而已，也用不了多少钱。要是一会因为这事被饭店给赶出去，可就犯不上了。服务生仔细看着程玉手机上的信息，我说不锈钢啊，你还赖在这不走，等什么呢？哼！舅妈不耐烦地对我吼着：“难不成你真好意思让人家程公子请你吃饭？”先生，真是你们弄错了。你看你这是普通的1号桌，应该在大厅门口那边。您现在坐的是 VIP 1号桌，的确是不锈钢先生订的。舅妈听了眉头紧皱，直接喊了起来：“怎么可能？你们一定是搞错了！你看他那个德行，连吃个路边摊都不一定能有钱付账，更何况是这的 VIP 位置。”程玉这才明白，为什么他订了普通的位置，却有这么好的配置，上的餐饭也比之前订的好许多。原来真的是他们做错了位置。给您2位领路的工作人员是新来的，所以弄错了，实在不好意思。那边才是你们2位的位置，我这就带您2位过去。不可能，肯定是你们搞错了，他怎么可能有钱订这么好的位置？女士，真的是你们做错了地方。什么我们做错了？你们再好好查查。
不锈钢一个没出息的穷光蛋，竟然能坐这么好的位置，凭什么我只能灰秃秃的去做普通桌？程昱站在旁边，脸色也很尴尬。舅妈这么一哄，引得不少的客人都看过来，场面很是尴尬。要真是弄错了的话，那就把我们的位置也升级成 VIP。不锈钢都定了这么好的位置，我怎么可能会坐的还不如一个穷鬼？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的 VIP 席位都被预定出去了，要不您二位还是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把不锈钢先生的位置先空出来。什么？先生，您看这样，您先回自己的位置，我跟经理协商一下，给您打个折扣，当是给您的赔礼。毕竟我们还有这么多其他的顾客在，影响到其他人就不好了。这本来就是你们的失误，怎么现在我们有钱还花不出去了？舅妈尖着嗓门说完，又白了眼一旁的我。看什么看？坐得起位置，你也吃不起饭，能订到 VIP 桌又能怎么样？骨子里你不锈钢不还是个穷光蛋吗？也就能装这么一会。可是程昱不一样啊，人家是确确实实的富二代，哪能是你不锈钢比得起的？滚！他喵的，凭什么老子定的位置你们站着不让？姓陈的，以后我见你一次收拾你一次。还有你，虽然是我老婆的舅妈，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下次嘴上给我没把门的羞辱我，我撕烂你的狗嘴。算了，君子报仇10年不晚。毕竟当年被父母无情抛弃、无依无靠时，是李安琪收留了我。虽然现在有钱了，即使李安琪对我也不好，但我也不能不念旧情。太太，您这不是为难我们吗？服务员也有些皱眉，这不是摆明了要不讲理吗？我站在一旁则是笑了一声。不用了，既然他们这么喜欢这个位子，就给他们坐吧。他们吃的这些东西也算我账上吧。服务员也是愣住了，看不明白我这是什么操作。我自己一个人吃也没什么意思。舅妈，既然你喜欢坐着，就给你做了。别说我这个做晚辈的不懂礼数，这些东西就当是我孝敬您老的了。我说完，将沓现金拍在了桌上，转身离开了饭店，只留下舅妈和程昱2个人，铁青着脸的站在原地。这饭还怎么吃得下去？第二天我到了学校，刚进教室就听见许玲玲叫我：不锈钢，今天晚上同学聚会，你去不去？不去，我又不是傻子。许玲玲平常那么讨厌我，今天怎么会突然想要叫我一起聚餐？肯定有鬼。你不锈钢，你竟然拒绝我！许玲玲没想到我会拒绝的这么坚决。不锈钢，这没准是咱们班最后一次聚会了，大家都去，怎么就你特殊？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这帮同学啊？张勇在一旁阴阳怪气的说着，其他同学一听也开始纷纷的附和起来。是啊，不锈钢，大家都去，就差你一个不好，马上就要毕业了，吃顿饭有什么的？我听着张勇在旁边起哄，不由眉头一皱。这么想让我去，一定没什么好事，你们好好玩吧，我还是不去了。张勇见我还是不上当，继续开口道：不锈钢，你不会是因为上次的事还在记恨琳琳吧？咱们可都是这么多年的同学了，你至于吗？旁边的同学一听，这才明白我为什么死活都不去，原来是因为记仇了。上次不是也没什么事吗？而且都过去多长时间了，你不会这么小肚鸡肠吧？对呀，不锈钢，咱们都是同学，你别这么斤斤计较了。许玲玲瞥了眼我，这样吧，不锈钢，我给你道个歉，上次的事是个误会，是我对不起你，这回可以了吧？好了，这回人家都道完歉了，你能去了吗？不锈钢，你别那么小心眼了，都是同学，你至不至于啊，有点度量不行吗？我心里一阵冷笑，当初这帮人污他的时候，怎么没见有人提过多年的同学情谊呢？但是话都已经说成这样了，我也只好叹了口气，应了下来。晚上到了聚餐的拉菲店，同学刚坐满，只见许玲玲站起了身子。同学们，我表哥刚从国外回来，晚上也想找我吃饭，我就让他过来了，多加个人没问题吧？只是多个人而已，一帮同学自然不会多说什么。没一会，一个穿着不俗的男生推门进到了包厢之中，许玲玲连忙起身，这就是我表哥。他不会是吴家地产的吴昊天吴公子吧？什么？吴家地产的公子？不会吧？许玲玲见有人认出了他表哥，更是一脸的得意。没错，吴家地产就是我表哥家的。一听许玲玲承认了，屋里顿时又热闹了几分。琳琳，吴公子竟然是你表哥啊！琳琳竟然有这么厉害的表哥，怎么之前都没听你说过啊？吴昊天挺了挺胸膛，很是客气的同屋里的人打起了招呼。你们好。随后又扫了一眼屋里的环境，这个包间有些小，咱们换个大包吧。你们是琳琳同学，就是我的朋友，这顿饭我请了。同学们一听吴昊天要请客，更是欣喜。真不愧是吴家地产的公子，随便一出手都这么阔绰。吴昊天则是淡然一笑，客气了，也用不了多少钱。没一会的功夫，所有人都换到了大包，我坐在了角落里的位置。吴昊天刚好瞥见了我，皱了下眉头。这就是琳琳说的之前欺负他的那个不锈钢，也不过如此啊。只见吴昊天端了杯拉菲，走到了我的身边。这位同学怎么不说话啊？吴公子，你不用搭理他，他就那样。班里的同学早就习惯了我闷不作声的样子。既然都出来了，就好好玩，一起喝杯拉菲吧。吴昊天说着，将拉菲杯端了起来。不好意思，我不会喝拉菲。我抬头直接拒绝了吴昊天。我要是喝了拉菲，晚上还怎么开车回去？可又不好说自己有车的事，只能先找个借口搪塞过去。不锈钢，
你什么意思啊？吴公子敬你拉菲，你都不喝，你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张勇在一旁瞧见了你，只觉得我是给脸不要脸。我倒是没什么的，但是你这样不就扫了大家的兴致吗？吴昊天虽是笑着把话说完，但是口气却有些发冷。这个不锈钢算是什么东西？竟然敢不把我放在眼里！我皱紧了眉头，只好端起了自己装着白水的杯子，有些尴尬的笑道：“实在抱歉，我真的不会喝拉菲，那我就以水代拉菲，给大家赔罪吧。”我一杯白水刚进肚，就见吴昊天当的一声将手里的被子摔在了桌子上，转身回了他的位置上。这小子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不锈钢，你也太不知道好歹了。吴公子只是让你喝杯拉菲，又不是要你命。张勇指着我又是一顿臭骂，吴昊天则是摆了摆手，不屑地瞥了眼我。不喝就算了。吃完饭后，大家正准备要走，只见张勇起身去了厕所，等了半天，张勇才神色慌张地跑了回来。你怎么去这么久？出什么事了？许玲玲瞧出了张勇有些不对劲。我上完厕所，碰见两个瘪三找茬，明明是他们先撞的我，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我没忍住就还了2句嘴。张勇越说声音越小。然后呢？然后他们就说让我等着，不能有事吧？是他们先不讲理的。张勇说完，小心翼翼地看向了吴昊天，只见吴昊天不以为意地笑了笑。没事啊，这个饭店我老板是我朋友，只要我在，他们谁不敢在这闹事？放心吧。听吴昊天都这么说了，张勇算是松了口气。就在这个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了不少的脚步声，随后砰的一声，包房的门被人一脚踹开。谁叫张勇？给老子滚出来！我和同学们聚会，混混头子扬言要300万赔偿。谁叫张勇？给老子滚出来！龙哥，就是那小子，就是你动我的人了。是我怎么了？张勇抬着头就站了出来。如果只是张勇自己，他肯定是不敢承认的。但是现在他身后有吴昊天，还有什么好怕的？就不信这帮人还敢动吴昊天。我就做他怎么了？你知道谁在这吗？就敢来这撒野？仗着吴昊天这棵大树，张勇又高了个音调。老子管你谁在这，把他给我抓过来！住手！吴昊天挺着胸膛走了过来。你算哪根葱？信不信老子连你一块揍？吴昊天则是一声冷笑。我是吴昊天，我们吴家地产是这家酒店的最大股东。趁着现在我还没叫人过来，劝你们还是赶紧滚吧。龙哥一怔，吴家地产在市里还算是有些名气，他自然是听说过的。本来他以为只是一帮普通的学生，但没想到这里面竟然还藏着个有些背景的人。赶紧带着你的人从我的眼前消失，否则你们的下场可就不好说了。龙哥皱眉看着吴昊天，吴家确实不太好解决，还不赶快滚等什么呢？我们吴公子是你们等惹得起的吗？见龙哥不说话，张勇以为吴昊天的话管用了。人我可以不动，但是他打了我的兄弟，总得给我们点说法吧。吴昊天听完一下子就听明白了，这是在跟他要钱呢。多少钱？300万。听见龙哥开的价，同学们和吴昊天都是一怔。虽然300万对于吴昊天来说也不算是个多大的数，但是他回过这2天刚买的新车，手里有些紧张。你这是敲诈！龙哥见吴昊天不打算给钱了，脸色又冷下来了许多。不给钱是吧？那就别怪我们下手狠了。龙哥直接一挥手，几个小弟照着张勇拳打脚踢。吴昊天也拧紧了眉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在我家的地盘闹事，我爸可是吴国峰，要是让他知道了，你们一个也跑不了。先停！吴昊天话音刚落，龙哥就喊了停手。算你们识相，现在给我道个歉，我还能考虑一下会不会放过你们。吴公子，你怕是误会了。龙哥一声冷笑，我早就猜到了。无论怎么样，你爸应该是都不会放过我们了。与其这样，我们还不如痛快一下。你就他是不可能了，但是陪他一起挨揍还是可以的。龙哥说完就让人将吴昊天也按在地上。吴国峰的确是龙哥是惹不起的人，可是现在事情已然这样了，无论放不放过吴昊天这帮人，吴家应该也不会就此了事。既然结局都是一样的，还不如先揍了再说。你们要干什么？我爸是不会放过你的。吴昊天没想到会变成这种局面，他本来是想吓唬一下龙哥而已，没想到对面的这帮人的想法跟他想的根本不一样。给我揍！这帮人都不是吃素的，打了几下，地上的2个人就已经是惨叫。你们等着，我爸肯定不会饶了你们。龙哥听着吴昊天还在威胁他们，兄弟们加重力度，打都打了，更没有手软的道理。屋里的其他同学顿时都慌了，本以为吴昊天在这就不会有事，但是他们哪能想到，这个龙哥对吴昊天都敢下手，更是没人敢站出来说话。我看着张勇得到教训，心里是痛快的，毕竟张勇这种狗仗人势的人就是欠揍，只是没想到这帮人下手会这么狠。住手！你他喵又是哪冒出来的？我没有直接回话，而是稍稍俯身，在龙哥的耳边小声说道：300万可以，我们出去说。龙哥跟着我一起来到了酒店的走廊里，龙哥上下打量着我。连吴昊天那种公子哥都舍不得随随便便拿300万出来，但是眼前的这个一身破烂的小伙子竟然能拿得出来，他不会比吴家还要厉害吧？想到这，龙哥心里一颤，他已经硬着头皮得罪了吴昊天，要是再得罪了个别的人，那他可是真就没办法再混下去了，怕是连跑都跑不掉了。钱我出了，这事就这么算了吧。吴昊天的身份你也清楚了，要是真打出了什么好歹来，对于你来说会更麻烦，还不如现在见好就收。我说着拿出了手机，卡号给我，
现在你把钱收下，以后也不会再有什么麻烦。龙哥一怔，赶忙将卡号报给了我。不过几十秒的功夫，300万到了龙哥的户头上。看着手机上300万入账的信息，龙哥彻底愣在了原地。怎么300万嫌少？我看着龙哥始终不说话，想着要不要再给他加点。不少，不少。龙哥哪还敢再多要？只怕一不留心把我也给得罪了。龙哥收起手机就要往屋里走，但是还没等进屋，我把龙哥又给拦下了。这事就咱们俩人知道了就成，我做事不喜欢太高调。我说完，龙哥又懵了。他花了300万救这帮人，竟然还不让人说出去，这算怎么回事？可能是真正有身份的人都喜欢低调。我知道了。龙哥应承我后，一起回到了屋里。住手吧，这次放他们一次。龙哥就这么算了？算了，这兄弟之前帮过一次，他要是不站出来，我差点给忘了。这次就当是给他面子了。龙哥说着，走到了我的身边。兄弟，以后要是有事，给我打电话。说完，龙哥带着一众小弟离开，只留下屋里一帮同学个个震惊的脸。不锈钢竟然认识龙哥，还让龙停手了。不锈钢，这次多亏了你啊！是啊，谢谢你了，不锈钢，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呀。他们连吴公子都敢动，我还以为这次肯定要出事了呢。不锈钢，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屋里的同学算是都松了口气，没想到一直不起眼的我，还会认识龙哥这种人，开始纷纷感谢的着我。吴昊天在一旁听着，心里气得够呛。这个不锈钢早就能解决了龙哥，但是非要等到现在才出手，不是摆明了就想要看我出丑吗？看来这小子也不是个善茬，难怪许琳琳会在这个不锈钢手里吃这么多次的亏。不锈钢，你竟然和龙哥认识，怎么不早说？我被打2下倒是没什么，你看看张勇，都让他们打成什么样了？他可是你大学同学啊，你怎么这么狠心？是啊，不锈钢，无论怎么说，张勇都是你同学，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怎么就这么看着他挨打？不就是因为之前咱们之间的那点小事吗？你至于下这么狠的心？许琳琳也喊了起来，张勇是她的男朋友，被打成这样，怎么会不心疼？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不锈钢同学之间能有多大的仇啊？既然你认识那帮人，你肯定知道他们下手没有轻重，就算是你想给张勇点教训，也不至于用这种办法下这么狠的手啊。吴昊天继续在旁边煽风点火地说着，他哪能让风头都被我一个人抢过去？屋里的其他的同学一听也反应过来了，认为吴昊天说的也有道理。既然不锈钢和龙哥认识，为什么不早站出来呢？不锈钢，你怎么不早出来叫龙哥呢？你看看张勇被打的。对啊，不锈钢，无论怎么样，张勇也是咱们同学啊。听着屋里的人七嘴八舌的说着，不锈钢心里一声冷笑，他分明是出于好心才站出来，还白白给了人家300万，怎么到这帮人的嘴里就变成他小心眼了呢？当初是你们让我躲在角落里的，不救人是我不对，现在人救了也是我不对，我怎么做都是错的呗。参加个聚会还闹了一身埋怨，以后这种聚会也别再叫我了。我说完，转身离开了饭店，心里真是憋气。早知道会是这样，我还不如不救张勇和吴昊天了，省钱还省得到埋怨，真是好心没好报。看我走了，屋里的同学才渐渐感觉他们的话好像是说中了。也对啊，毕竟都是因为不锈钢，人家才放过了吴公子和张勇。是啊，许琳琳，要不是张勇出去惹事，也不至于被打成这样。这帮同学虽然平常容易跟风走，但是也是能看清事实的。这事确实怨不得人家不锈钢。吴昊天在一旁听着，心里满是火气。什么叫因为不锈钢我才被放了？我吴昊天是什么身份，用得着这个穷小子来救？要不是因为这个不锈钢，我肯定还有别的法子解决了龙哥，哪会变成现在这样，害得我丢了这么大的人。离开了饭店，我直接回了家。刚进家门，就看见李安琪冷着脸坐在沙发上。我赶忙进了屋里，心里忐忑的厉害。这个李安琪又怎么了？我今天也没惹到李安琪啊，难不成是因为晚上出去聚会的事？不对啊，班级聚会的事李安琪不知道啊。那啥，有事。舅妈明天找咱们吃饭，明天晚上一起过去。不对，舅妈会主动找我吃饭，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老婆舅妈当我面带其他男人挖我的墙角，如何破局？不锈钢，舅妈说明天一起吃饭。舅妈向来不待见我，只要见面就没有过一句好话，也不知道什么事情。算了，不想了，反正明天见了面也能知道。第二天下午，刚进门看见我，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你怎么也来了？本来舅妈是想让李安琪和程玉能多接触一下，这才把俩人都约了出来。哪成想我也跟来了。我看着坐在一旁的程玉，顿时也全明白了。我还在想，舅妈怎么可能会那么好心要请我吃饭？闹了半天还是想要撮合李安琪和程玉啊，这也太不把我这个正牌的老公当回事了。安琪，你怎么把他也给带来了？舅妈，不是你叫我们来吃饭吗？怎么了？李安琪说完，和我一起并肩坐在了程玉的对面。舅妈又急又气，好不容易凑了今天的饭局，不就是为了李安琪和程玉能有机会吗？真不知道这个外甥女是怎么想的，连这都看不明白。舅妈看了看一旁的我，你看看你那个德行，安琪走到哪你都跟着，你真是没出息，真不知道当初。舅妈说到这，才意识到说的有些多了，只怕程玉听出什么来，硬生生将后面的话又给咽了回去。李小姐，咱们又见面了。程公子，真没想到咱们也又见面了。李小姐，
我们公司明天要去你们学校招聘，到时候你要是有空的话。程玉话正说一半的时候，我立马又把话给抢了过去。是吗，程公子？那可太好了，到时候你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就成。上次我就是跟开个玩笑，要是能去你公司上班，当然好了，到时候还得麻烦程公子了。你也不看自己是什么德行，哪配去人家公司？舅妈有些生气的瞪了眼我，示意我闭嘴，随后又笑着看向了李安琪。安琪啊，你上次不是说关于什么财会之类的问题不懂吗？小玉肯定懂，你让他给你讲讲。程公子懂得这么多呢，正好我也有挺多问题的，程公子你也给我讲讲呗。我哪能让舅妈得逞？只要对面的俩人开口，我就一定能把话插进去，根本不给程玉和李安琪说话的机会。舅妈狠狠地白了我一眼。你给我闭嘴！舅妈，不是你总说我不上进吗？程公子那么优秀，我今天也正好跟人家学习一下。你不锈钢，你还顶嘴，没出息的东西！不锈钢，你跟我出来一趟！舅妈，什么事非得现在说呀？我还没吃完呢。不锈钢，你跟来捣什么乱？舅妈，什么叫我捣乱？你让我老婆跟别的男人出来吃饭，我这当老公的还不能过来看她了？什么？这个不锈钢竟然是李安琪的老公，李安琪竟然结婚了，这他喵的干的啥事？不过我更喜欢了，哈哈哈。你知道什么？人家程玉和安琪是要谈正经事的。什么正经事？我不是傻子，你不就是想要让程玉有机会接近安琪吗？对，我就是要给他们俩制造机会。你也不看你自己什么德行，配得上安琪吗？舅妈，你是个长辈，现在做出这种事来，太过分了吧？你个废物，自己没出息就算了，现在还想把安琪的事业也给毁了。人家程玉是什么身份，帮安琪还不轻松，再让安琪跟着你，还不得苦一辈子？什么事业？你连安琪现在正忙成立教育机构的事都不知道，也是你个废物能知道什么？安琪现在急需投资，程玉一句话就能帮安琪，你倒好，非要来搅和，真不知道我们李家倒什么霉，碰见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不就是个教育机构吗？用不着他，我投资就可以了。不锈钢，你今天出门没吃药吧？没想到我刚说的话把你刺激成了这样。算了，听舅妈的，你就放过我家安琪吧，你和他离婚吧。我这有5块钱，你赶紧拿去医院看看。我看着舅妈手中的5块钱，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自从我有钱之后，我从来都很低调，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他们一个个得寸进尺。舅妈，还有姓陈的，本来我想以普通人的方式和你们相处，可换来的却是疏远。不装了，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李安琪瞥了我一眼，心想我指定是脑子出了问题，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我。程玉直接差点笑出了猪叫声。不锈钢，你没出息就算了，还天天异想天开，你招聘会准备的咋样了？哟，还他喵的准备什么招聘会？我给你开家教育机构，你也不用去那个破学校受气了。说着我直接起身，招手示意服务员过来。服务员没好气的瞥了我一眼，慢悠悠的走了过来。先生，你有什么事？一共多少钱？买单，密码是6个1，顺便看下我这卡还剩下多少钱，够不够投资一家教育机构？服务员很不情愿的接过卡。穿这个破校服还想着装有钱人？这饭店有钱人我见得多了，穿校服来装的还真是第一个。服务员拿卡在跑4机上刷万后提示：本次消费12500元，剩余8723万5337元。什么？这一个穿破校服的穷小子竟然有这么多钱？这怎么可能？不锈钢怎么可能比我爸还有钱？不锈钢哪来这么多的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指定是我老了耳朵不好使了。舅妈震惊到语塞，李安琪更是呆若木鸡。舅妈，你看你这不是多余吗？安琪是我老婆，投资一家教育机构，您看我这卡里的余额够吗？还没等舅妈反应过来，李安琪站起身说道：不锈钢，走，回家，这件事情你给我回去说清楚。说完，李安琪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我也急忙跟上。回到家，李安琪满是怒气的坐在沙发上。不是，你先听我解释可以吗？我真不是可以瞒你的。解释什么？不锈钢公子是何等身份？我这里庙宇太小，怕是容不下您了。你那么有钱了，麻烦你从我家里滚出去。李安琪的脸阴沉的厉害，越想越气。当初2个人之所以在一起，只是因为不锈钢家有恩于李家，而且不锈钢家落魄，只剩下不锈钢一人，才会继续遵守约定。但是现在可好，原来这些不过就是个圈套而已。不锈钢，你现在是何等身份？卡里余额差不多1个亿，哪里是什么家道中落？这跟骗婚有什么区别？而且还让我照顾了你这么多年。我真不是故意骗你的，之前我想给你解释，但是真没找到机会。我话音落下，只见李安琪一声冷笑：哼，咱们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这么多年，你跟我说没机会解释？不锈钢，你真当我是个3岁小孩吗？我连忙将之前收到父亲电话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话音落下，只见李安琪眉头一紧，李安琪起身抱住了我。李安琪以前可是连手都不让我碰，今天他这是怎么呢？还头一次见这么主动，不行，准备好事，溜了，哈哈哈。不锈钢，你个混蛋，你给我回来！林深满是傲气的笑道：
居月和环球我都能订到位置，或者你们喜欢吃中式的海鲜的，金银饭庄我也熟悉，看看想吃哪个。林深说着，随后瞥了眼我，嘴角一扯，满是不屑。不好意思，我给忘了，这些饭店你应该都没去过吧？也是，这些饭店的人均消费可是不低，而且不是一般人能进得去的。没事，今天咱们相见就是有缘，我带你去看看世面。林深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对我话里话外敌的厉害。李安琪在一旁听了，则是满脸的黑线。不锈钢没去过，君悦是不锈钢的，环球大连锁是不锈钢家的，至于金银饭庄，这都不是不锈钢去没去过的问题了。里面管事的经理是给不锈钢打工的，这个林深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现在林深无论爬得高，姿态多过分，等一会林深的脸就会被打得多响。啊，对，那还真是感谢林总了，能够带我开开眼界，见见世面。果然是个乡巴佬，真是丢人啊！这样吧，咱就去环球吧，毕竟这里面环球是最大酒店了。倒是你别乱跑就行，我车就停在楼下了，坐我的车去吧。说罢，林深同李安琪和我一起下楼。来到楼下，林深带着几人走到了一辆劳斯莱斯幻影跟前。这就是我的车，我本来想换辆跑车来着，但是我家里让我低调一点，我这个人孝顺，只能面前凑合开吧。一辆上千万的劳斯莱斯幻影，在林深的口中竟然是凑合着开，这种装逼程度可想而知。林深瞧着我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鄙夷的笑道：怎么羡慕啊？没事的，我看你年纪也不大，再熬个7、80年，兴许有机会开上这种车。对，在必须的武装摊牌自己拥有的亿万资产后，曾经手都不让碰的班主任妻子主动拥抱了他，但不锈钢依旧行事作风异常低调。3年后，不锈钢惊奇地发现，一位名叫林坤的富家子弟对妻子穷追猛打，至此不锈钢准备反击，却不料给2天后的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看到了没，不锈钢，这就是我的车，羡慕吧？没事的，我看你年纪也不大，再熬个7、80年，兴许有机会开上这种车。对，林总您说的是。林深瞥了眼我，冷声说道：走吧，上车吧。林深打开了副驾驶车门，示意让李安琪坐副驾驶位置。哪成想，李安琪直接坐到了我的旁边，这让林深可是更觉得不悦了。随后眼神之中满是怒气，狠狠地瞪了眼我才上车。等一会到了酒店，定要好好羞辱不锈钢一番。林深启动车子之后，直接开去了环球酒店。李安琪坐在后面，扭头看向我：你的车呢？怎么不直接开车过去？林深听后有些愕然，随即一声冷笑道：没看出来你也有车，我还以为你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只能挤公交呢。你开的什么车啊？捷达还是奥拓？都不是，我的车算不上什么，跟林总的车自然是没法比的。怎么不好意思说啊？你也不用自卑，这车也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开得起的，所以你也不用这样。没事，你说出来我们也不会笑话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这车不至于这么难以启齿吧？说出来确实有点丢人，一般跟我开一样的车的人都不怎么样，我也正考虑换车呢，不然大家再看到那种车，认为我也是那种傻子，我不就太亏了。我话音落下，只听着林深一声冷笑。没想到你还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开不起什么好车，也是能跟你开得起一样的车的人，估计窝囊废居多吧，确实丢人啊。林深这边刚说完，李安琪差点笑出声来。这个林深还真是够蠢，好坏话都听不出来。也是，他上哪能知道，不锈钢实际上开的车也是一辆劳斯莱斯幻影呢。李总这是想到什么事了？这么开心？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不锈钢说的有些道理，他确实应该换一辆车了。没一会，林深将车开到了环球酒店门，几人刚进到大厅，就只见环球的负责人秦林正在大堂内巡视。瞧见来人后，快步走了过来。林深自然也是瞧见了秦林，同李安琪满是自豪的笑道：看到没，那位是秦总，跟我是旧相识了，估计是瞧见我，所以特意过来打个招呼。不过你们也不用多想，这些都是仰仗着家父的薄面。这个林深还真是会自作多情，不过我也没想这么快就拆穿了。随即我跟秦林使了个眼神，秦林可是个会随机应变的女人，走到几人身边后，冲着林深微微一笑：先生几位？秦总真是太客气了，我不过是和朋友过来吃口饭的，不用劳烦您亲自出来迎接。您才是客气，能接待您也是我们的荣幸。里边请吧，正好空出来一个包厢。林深闻言，脸色傲气渐浓，这才是我想要的效果嘛，正好也让不锈钢瞧瞧什么才是有钱人的世界，是他这种底层人士永远都触碰不到的。就不信一场饭局下来，李安琪还不会做选择吗？一会要让不锈钢狠狠地丢一次人，让李安琪知道，像不锈钢这种人就是社会上的垃圾。进到包厢之后，秦林热情地问道：几位想吃点什么？话音落下，就只见一个服务员走过来：秦总，您忙吧，这我负责就好。没事，这桌客人很重要，还是我亲自接待吧。林深听后，顿时挺直了胸膛，随即说道：真是麻烦秦总了，我来之前没打招呼，就是怕您这样。您这是哪的话，都是我应该做的。林深脸色的笑意更浓，随即看向了李安琪：
李总，你看看想吃什么随便点就好。李安琪瞥了眼林深，淡然说道：“随意吧。”林深微怔，没想到李安琪竟然还是这个态度。不过再一想，李安琪的性子就是这样的，估计肯定是在心里对他暗暗称赞的。林深想的，眼神之中静止不懈，随后将菜盘扔在了我的眼前。那你看吧，喜欢吃什么点什么。好不容易来这么高档的地方一次，可别给我省钱啊！你得学会珍惜，不然你可能以后再也没机会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了。说着，林深脸上写满。林总，这个菜可都不便宜啊！今天这不是让您破费了吗？要不您随便点吧，不然我不懂规矩，点多了多花了钱，对您也不好。怎么？你是怕我到最后付不起钱，让你花钱不成？不是，林总，主要我也是没钱啊，到时候弄得太僵，多丢人啊！而且您还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这不是怕影响了您的声誉吗？我口气淡然，但却成功的勾起了林深的所有火气。简直荒谬！你随便点，我看看你能点多少。我知道这钱价钱对于你来说都是天文数字，但对于我可就不一样了。你吃不起的一顿饭，在我看来不过就是些零花钱而已。对。随后我拿起菜牌，当着秦林的面前连着指了几道。只见秦林笑了笑，请稍等，我这就去帮诸位通知后厨备菜。说罢，秦林退出了包厢之内，而林深根本没注意我同秦林都指了哪些菜，他现在的心思可是都在李安琪的身上。李总，投资的事情我们公司已经研究好了，不知道1000万够吗？李安琪微微皱眉，还未等回话，就听见我一声冷笑，林深的怒气逐渐浮于脸上。你笑什么？没笑什么，刚开始我还当林总找李总什么事啊，原来是投资啊！林总，您一个车就要上千万，给李总就投这么点钱，难怪李总一路上闷闷不乐。林深听后眉头拧成了一团看。不锈钢连饭都要吃不起的人，竟然还敢嫌弃钱少，而且这钱也不是投给他的，哪来的他说话的份？我跟李总说话，跟你应该没有关系吧？林深满是不屑地看向我，但话音刚落，只听李安琪缓缓说道：“谢谢林总的好意，不过我们可能真的不适合合作，现在公司正是用钱的时候。”林深微怔，李安琪这意思是真的嫌钱少？不锈钢这个废物竟然说对了。那你早说啊，李总，现在需要多少投资？你给我个数，1000万不够，那就2000万。林深有些激动地说道：“2000万啊！我听说李总现在的投资商，每10多天就给李总的公司注资500-600万呢。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好像就不只是2000万啊。这人和人啊，果然是不能比较的。”你少在这胡说八道，这是李总的公司，你也不是他的职员，懂什么？随即，林深看向了李安琪。李总，咱们聊咱们的，需要多少投资，你跟我说就行。不锈钢说的的确是实话。林深想了想，笑道：“好说，这点钱算什么？李总，你开个数就可以，而且这只是前期的投资，后期我会每个1周给你注入一笔资金进去的。你公司的成长有些缓慢，肯定是他们那边也是个新兴的投资公司，不懂这些。但我就不一样了，我可是专业的，到时候咱们一合作，我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将你的教育机构变成临江市最大的教育机构。”林深口气斩钉截铁，更是做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听了，则是缓缓笑道：“林总果然是好魄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比得上的呀。但是就算是这样，估计也不行。”林深听后，顿时眉头一拧，满是怒气：“你什么意思？把话说清楚。”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无论林总花多少钱，李总应该都不会同意。刚刚我忘记说了一点，李总对投资商更看重的是这人的人品，要是人品不行，怎么都是枉然。我话音落下，只见林深砰的一声拍案而起：“你小子敢耍我！不锈钢，你真是不知道好歹！我好心带你来见见世面，但却没想到垃圾就是垃圾，始终上不了台面。”李安琪听不下去了，直接冷声说道：“林总，你说话放尊重一点。”见李安琪动了怒气，林深一声冷哼：“李安琪，我本来是给你点面子才把他给带来了，不过现在看来你也同样不知好歹。我也不怕告诉你，海市的福海投资就是我们家的产业，我看中你是你修来的福气。”林深说着，口气阴冷：“敢耍他，真是不要命了。”但你要是给脸不要脸，可就怪不得别人了。福海在投资界的地位，应该不用我再多说了吧？只要我一句话，别说临江市了，就算是整个省内，也不会再有人敢给你投资半分。林深心想，李安琪不过是个女人，自认为有着10000种方法能把这个说服。虽然林深所说不假，但我假装不可思议的问道：“哦，什么？你是福海投资公司家的公子？这回你知道怕了，不过也晚了。”参加同学聚会，本想低调，却遭到同学们的看不起。什么？你是福海投资公司家的公子？这回你知道怕了，不过也晚了。我还真是眼拙了呀！话音落下后，我的态度顿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我真是眼拙，我还以为林总能有个多厉害硬实的背景呢，闹了半天就是个福海投资啊！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竟然敢不把我们福海放在眼里？我算不上什么，不过我确实没把福海放在眼里。林总，你能拿我怎么样啊？好，你叫不锈钢是吧？给我记住了。还有李总，我看看你以后公司还能不能正常运行下去。说罢，林深起身就要离开，但是刚走到门口，就被秦林给拦了下来。这才多大的事啊，先生息怒，您看这才刚上来您就要走，多可惜啊。林深闻言，瞥了眼秦林身后服务员手中的推车，摆满了各种的山珍海味。林深微微蹙眉，刚刚不锈钢趁我不注意，竟然点了这么多的东西，难不成真当我是冤大头了？土包子果然是土包子，什么世面都没见过，看见好的就恨不得全塞进自己的肚子里。秦总，这东西既然已经上来了，自然是没有再退回去的道理。不过这菜钱嘛，就让他付吧。说着，林深抬手指向我。不锈钢，你个穷光蛋，敢跟我抢女人！等会儿看你结账的时候如何出丑。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不锈钢你永远就是个废物。就在林深正满是活在自己的幻想之中的时候，只见秦林有些为难的笑道：“先生，您要是走的话，这个账怕是需要您来结算。”秦总，这是什么意思？我也没吃，凭什么我来结算？难不成就因为我在点菜的时候说了要请客的话？但这是酒店啊，我可没见过这么做买卖的。还是说秦林也看出了不锈钢没钱，怕最后这笔账成了烂账，所以才拦住了我？林深想了一圈，也就只有这个可能性，随即冷声说道：“秦总，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这些东西都是他点的，你可真找不到我的身上来。”只见秦林莞尔一笑，淡然道：“先生，您怕是误会了，这跟东西是谁点的没关系。这是账单，您要是有急事需要离开的话，请先付账，本店还没有过赊账的先例。”林深眉头顿时拧成了一团。不是秦总，您这是什么道理？这个包厢是您的名义开的，东西是您的名义点的，所以您要是现在想走，这是账单。若是您不肯，不好意思，我们就只能请保安过来了。您刚刚说您是福海投资的公子，定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若是传出去在环球吃饭，连结账的钱都没有，只怕这面子上也挂不住吧。林深不想当冤大头，但又不想丢人，脸色越发的难看。几秒过后，林深拧眉开口：“一共多少钱？”林先生，您一共消费了764800。不过看在您是我店优质客户，就给您抹个零吧，一共是76万，麻烦前台处结账。林深听后身子一震，随即低声吼道：“什么？这么多钱？怎么可能？不锈钢那货就点了5个菜，竟然要70多万！不好意思，林总，这位先生刚点了一瓶82年的拉菲，价值60万。这个价格别说林深接受不了，就连李安琪也是一怔。这不锈钢以前窝囊，从来都是骂不还口，现在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林深的脸色时青时白，嘎人的心都硬了，但又想想他自己的面子，最后林深咬了咬牙，狠狠地瞪了眼我，大步离开了包厢，直奔前台处。林深离开后，李安琪瞪了一眼我，没好气地说道：“不锈钢，你不要有点钱就飘了，人家只是追求我而已，又没真干啥。你不要有点钱就开这么过分的玩笑，一副暴发户的嘴脸，麻袋都没你能装。”李安琪说完，直接快步离开。刚才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突然就变脸了？这女人的心情真是比天气预报还要难以预测。正在我疑惑时，被一个电话打断了思绪。我接起一看，原来是大学同学许玲玲打来的。什么情况？3年了，我从来都没联系过大学同学，突然联系，不会是跟我进马内吧？不对啊，我对外一直很低调。算了，接起来问问就知道了。不锈钢啊，明天同学聚会，你能来吧？同学聚会我就不去了，还有事要忙。哎呦，不锈钢，你不会是还在记仇吧？这都3年过去了，你至于吗？许玲玲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不去好像显得我小肚鸡肠。算了，毕竟3年前喜提的女儿第一次邀请爸爸，还是去一趟的好。那行吧，把聚会位置发给你。第2天，我打车来到了同学聚会的酒店，为的就是低调些。哇，许琳琳，你都开上法拉利了！哦，这个吗？这车不贵，也就1000多万而已，现在就随便开。等我男朋友结婚了，就给我换辆更好的。这车档次确实不咋的，同学们应该开的车比我的好吧？什么1000多万的车都觉得档次低，这也太土豪了吧！琳琳，好羡慕你啊！你和张勇这3年在哪儿发大财呢？张勇啊，我早和他分手了。分手了，这是我们这些同学竟然都不知道。嗨，刚毕业那会儿就分手。我现在男朋友虽然才60岁，但他很有马内的。对了，今天同学聚会，我男朋友说他请客，让大家随便放开了吃。此时我从出租车上下来，一众同学看到后一愣，许玲玲更是满脸鄙夷。同学们大家好，我们来吃吧。不锈钢，你打车来啊！这3年你是咋混的？连辆车都没有还打车？就是还同学，少和我们套近乎。我可没有一个毕业3年只能挣可怜巴巴1万块钱的同学。大家同学聚会，看看你穿的那破衣服，简直就是个穷鬼。3年了，没想到这群同学变得更加势利了。算了，别让不锈钢扫了大家的兴致，快进去吧。我男朋友订的可是这里最豪华的包厢，大家只管消费，我男朋友最后来付款。走，咱们快进去，我都有些饿了。
不锈钢，你现在在哪儿上班呢？我目前待业状态，早就财富自由了，我哪还需要上班？不锈钢没有工作哪能成？难怪所有同学里就你混得最差。要不我给你介绍个工作？哦，那个不锈钢啊，我们公司缺个看库房的，1个月至少有个2800呢，总比你现在碌碌无为、游手好闲的强啊。要我看啊，不锈钢你自打上学那会就不爱说话，我觉得来我们公司当保安，那工作挺适合你的。你看看，都是同学，你们这都给不锈钢介绍的是些什么工作？就不能介绍点专业相符的工作吗？我单位缺个打扫厕所的，不如来试试。3年不见，这帮同学竟然是如此的现实。算了，先让他们装会儿。谢谢各位同学的好意，我暂时不需要。今天同学聚会不会是就这么干坐着不等菜吧？总是拿我开涮门当饭吃啊！哟呵，不锈钢啊，没看出来这3年没见，应下了不少。这里我老公经常带我来，这里菜单都是意大利文的，有没有配图？不好看的哦。我提议让不锈钢来点菜吧，同学们觉得怎么样？我们倒是看看这野猪能不能品细糠。好啊好啊！许玲玲示意后，服务员拿着菜单走过来。先生，这是菜单。菜单我就不用看了。不看菜单你怎么点菜？直接炒一本就行了。先生，你是开玩笑的吧？没开玩笑，直接上菜吧。好的，各位请稍等。对了，许玲玲，你刚说你男友很有钱的点一本，你不会介意的吧？我当然不介意了。不锈钢该不会是脑子有问题吧？我男朋友点的最多的一次也就点了2页，他竟然点了1整本。此时，许玲玲的男友来了。亲爱的，你终于来了，我可想死你了。宝贝，就分开一会儿而已。哦，对了，大家不用客气，今天我买单，放开了玩。此时，服务员将所有的抬上，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许玲玲的男友更是差点没第一个。各位先生、女士，菜全部上齐了。这怎么回事？这饭店可是整个临江市最豪华的饭店，这么多菜岂不是让我破产？许琳琳，什么情况？谁点的菜？是那个不锈钢点的，他点了1整本菜单。1整本菜单？那个服务员，这些一共是多少钱？先生，由于本次消费额度较大，给您抹个零，这些加上酒水，一共是3589万元。这么多，我就是玩玩这女的，还真把我当提款机了不是？那个琳琳，我去趟洗手间，大家先吃着。琳琳，你男朋友不会是跑了吧？不买单了吧？是啊，许琳琳，这些菜可价值不菲啊，我可不敢吃。胡说，怎么可能？我男朋友才不会呢，才区3000多万，也就是零花钱而已。琳琳，要不你给你男朋友打个电话问问，这都过了好长时间了。此时的许玲玲心里也很是忐忑不安。好吧，我打电话问问。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sorry。大家皆是一怔，许玲玲一脸怒气的看向我，她还从来没有这么丢人过，现在想感人的心都有了。不锈钢，这是你自己点的，你来买单，大家都可以坐这。我理都没理许玲玲，直接对服务员说道：“服务员，叫你们李经理过来。”这人竟然知道我们经理的全名。好的，您稍等，我这就去叫。不锈钢，你个捡破烂的，装什么装？撒泡尿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就连许琳琳的男朋友那么有钱都被吓跑了。张勇话还没说完，只见李立成急忙跑进来。什么？不锈钢竟然真的认识这家酒店的经理？不锈钢公子，您来了，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我好迎接您？客套话不说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这家豪华酒店的李经理，曾在金银饭庄当经理。这家酒店是我2年前收购的，今天咱们同学聚会，给大家免单，大家吃好玩好。对了，李经理将许玲玲和她那个男朋友还有张勇入黑名单，禁止在本店用餐。说完，我直接离开了酒店，留下一众同学面面相觑。就在我刚走出酒店不久，突然一个陌生电话响起。喂，你好。不锈钢，我是舅妈，都3年了，一直都想给你赔个不是，你一直不接我电话，我现在病重的厉害，你舅也不在，家里就我一人，你看能不能在我临终前见你一面？3年后，舅妈装病求我原谅，设局仙人将我陷害入狱。不锈钢，我是舅妈。都3年了，一直都想给你赔个不是，你一直不接我电话，我现在病重的厉害，你舅也不在，家里就我一人，你看能不能在我临终前见你一面？自打和李安琪结婚后，李安琪的舅妈从来都没有正眼瞧过我，看不起我就算了，以前逮着空就给李安琪介绍其他男的，挨千刀的病重还想求我原谅，你都没有。不锈钢想起李安琪舅妈之前种种伤害他的事情，气不打一处来，原谅是不可能原谅的。但转念一想，虽然舅妈挺不是人的，但舅舅一直对自己还挺好。要不还是去一趟，看舅妈嘴里能吐出啥象牙来。另一边，舅妈正在和程玉密谋着，
小陈啊，这都3年了，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喜欢着我们家安琪。其实啊，我告诉你，我家安琪也并不喜欢不锈钢。哦，阿姨，这事是真的吗？虽然他们结婚了，那只是名义上的。据我打听，安琪连手都没让不锈钢碰一下的。手都没让碰一下，那太好了。对了，你说的那个林总靠谱不？别到时候没把不锈钢给送进去，反而把我们给整进去喝茶。阿姨，你就放1万的心吧。林坤是我亲表哥，而且林坤之前也追求过李安琪，与不锈钢发生过矛盾。林家势力虽不在临江，但却是海市的首富。这件事情保证万无一失。那就好，只要能把不锈钢送进去踩缝纫机，有阿姨在，安琪保证能成为你的人。还有就是不锈钢虽然这3年经营了很多家公司，身价也接近100亿，但他爸妈消失多年，并没有什么家族力量，不足畏惧。有阿姨这句话，小侄就放心了。等将不锈钢送进以后，他的资产全归您和我表哥，安琪归我。此时林坤也走进来，程昱一脸谄媚的走到林坤跟前。表哥，您怎么亲自来了？我来就是为了亲眼见证一下不锈钢气得发疯时的样子。阿姨，我给你介绍下，这位就是我表哥林坤。哦哟，果然长得都是一表人才，玉树临风。阿姨，我现在老了，要是年轻一点，绝不会放过你们2个。我真是想不通，我家安琪咋就那么不开窍呢？阿姨，你说笑了不是？那个不锈钢真的会来吗？他要是不来怎么办？放心吧，以我对那废物的了解，不锈钢还是比较重情义的。那好，那咱们就静待猎物的上钩。对了，表弟，快叫表妹上来。你个憨货，都什么时候了还玩吃鸡？哦，你买新皮肤了？表哥，这皮肤是我免费领的，点击左下角链接，直接点进去立即抽奖，就有机会领到吃鸡皮肤，人人都能免费领，活动真是有效。有这样的好事竟然不告诉我，我这就白嫖一波。2小时后，不锈钢到了李安琪舅妈的门口。什么情况？舅妈这怎么连门都不锁？舅妈，在不？就在不锈钢刚进门，屋子里走出一个穿着清凉的女子。你是谁？这不是李安琪舅妈家吗？非礼啊！姑娘，你莫不是吃错药了吧？我非礼你啥了？你才吃错药了！你竟然偷盗不成，还对我非礼，你个流氓！什么？偷盗？你可真会信口开河！我刚进来就碰到你走了出来，这什么情况？这明明就是李安琪舅妈家，可这女子又是谁？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还诬陷哦？神经病吧你！我转身正准备离开时，就听见门外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我还在疑惑之时，就看到程昱和林坤以及舅妈走了进来。程昱手中还拿着手机拍摄着。好你个不锈钢，你竟然非礼我表妹！表妹别怕，我现在就报警。喂，治安同志，有人入室盗窃，还非礼我表妹，你们快来啊！此时不锈钢瞬间明白了过来，原来自己是被这3人吓了到。你们可真够恶毒的，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诬陷我！哼，不锈钢，幸好你未遂，不然可就真害了我表妹了。就是啊，不锈钢，你胆大妄为了吧？大白天的干这种不要脸的事情。不锈钢啊，不锈钢，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撬开我的房门盗窃就算了，还对小陈的表妹非礼。就算你缺钱，你跟我借啊，我是会借给你的。你干嘛用这种非法的手段呢？不是，你在说什么？我盗窃你什么了？还有，你这门我刚到的时候就是开的，我哪里敲门了？看来你们几个联合起来诬陷我是吧？诬陷你啥了？事实摆在眼前还不承认，撬锁入室盗窃，非礼表妹未遂，人证物证都在，你还说我们诬陷你，倒打一耙是吧？你们真能编啊，还入室盗窃。对了，阿姨，你赶紧看看你钱财或者贵重物品有没有丢失。哦，还是小陈想的周到，我都被不锈钢这种畜生干的这事给气糊涂了，我去看看。说完，舅妈假装很是着急的走进卧室。我自始至终没想到他们竟然会用这种卑劣的手段陷害我。我本想辩解一番，但又想他们怎么可能有良心？为的目的就是置我于死地。不一会儿又跑了出来。不好了，不好了，我抽屉的2万现金不见了！程昱和林坤更是表现出极为震惊的表情。什么？2万块？这金额都够判的了。你们想陷害我也不至于用2万块吧？我不锈钢难道会为了区区2万块去盗窃？能不能专业一点？舅妈几人并没有理会我说的话，继续秀着自己的演技。不锈钢，你真是无可救药！没想到你败光自己的前后，竟然还会走上这种不归路。盗窃啊，不锈钢你真是无耻！阿姨，你要不搜一搜他的身，看是不是在他的身上？林坤说完，也举起手机来，对舅妈说道：“是啊，阿姨，我俩录像你去搜他身，看是不是不锈钢偷走的。”舅妈装腔作势的说道：“是啊，幸好你们也在，要是我一个老太婆，那真就麻烦了，指不定被不锈钢这畜生给糟践了。好，我这就搜一搜。”舅妈装作小心翼翼的走图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2万块钱塞到我兜里，然后又从我口袋里拿了出来。舅妈的这一系列操作可谓是让我惊掉了大牙。然后舅妈拿着手中的钱看了看，
还真是我的那2万块钱，这2万是我昨天刚取得用来交停车费的。舅妈，你刚才明明就是塞进我口袋又拿出来的，反倒诬陷我，你良心哪？我从来都没有想到你会用这么恶毒的手段。旁边的程昱和林坤笑容都快点到耳朵后面，假装惊讶的说道：“不锈钢，我真是没想到，你竟然连2万块钱都盗窃！盗窃你盗窃就算了，竟然还对屋里睡觉的我表妹非礼，你可真是个畜生啊！”就是，就算舅妈之前说过你2句，那也是为你好啊，你就因此记恨在心，对我这样报复，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白眼狼。阿姨，此景，我想起来一个故事，就是农夫与蛇的故事。可不是吗？我也没想到不锈钢是这样的畜生，比毒蛇还毒蛇，真是苦了我家安琪跟这种人结婚。不行，这件事我要告诉安琪。阿姨，李安琪我也见过几次，没想到那么漂亮的女孩子竟然，真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我们已经报警了，证据确凿，看你如何狡辩。哦，对了，我们拍的这些证据也足够了，人已经控制了，也已经给治安打了电话，接下来事情就交给治安同志。林坤说着对程昱使了个眼色，示意让把手机录像关掉。程昱关掉录像后，几人开始原形毕露了。废物就是废物，3年前你是，现在你仍然就是废物，大难临头还嘴硬。不锈钢啊，不锈钢，你也有今天，这次我倒是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哼，你们也未免太卑鄙了吧，给老子玩仙人跳诬陷我。不锈钢，别以为你有点钱了就耀武扬威，你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人家小陈才是正儿八经的富二代，都没你那么目中无人，真不知道我家安琪瞎了眼和你结婚。此时林坤更是满脸都是挑衅。不锈钢，前2天你不是还很牛掰吗？今天这是怎么了？没想到你也有狼狈的一天啊，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你们用如此卑微的手段陷害我，我不会放过你的。此时2名治安走了进来。是谁刚才报的警？治安同志，是我，就是这小子撬门入室盗窃，还非礼我表妹，幸好有我们及时赶到，不然真就糟践了我表妹。我们这里是有证据的。治安同志，我是被冤枉的。治安直接没有理会我说的，而是对林坤点了点头，说道：“那好吧，把不锈钢带走，其他人随我去做笔录。”舅妈称病重求我原谅，设计陷害被我机智化解，舅妈最终自食恶果。当治安同志将手铐铐在我手上时，林坤等人更是露出鄙夷的眼神。程昱更是挑衅说道：“不锈钢，你安心的去吧，我会照顾好你老婆的，我会替你碰都没碰过的。”混蛋，你给我等着！哼，不锈钢，跟我斗，你还嫩着点。与林坤、程昱2人表现不同的是，舅妈则表演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惋惜。不锈钢，你看看你年纪轻轻的不学好，我平时待你不薄，为何要害我呢？还做出这样禽兽不如的事情来，真是丢人！如果你爸妈在脸面都不知道往哪里搁。我知道这几人就是为了设此圈套陷害于我，再多的口舌也是白费。就连治安同志好像也有问题，算了，还是回去了再看情况吧。小赵，将不锈钢带走，其他人跟我回局里做笔录。半小时后，林坤等人春风得意地从治安所走了出来。阿姨，这件事情终于是圆满结束了。根据我那个朋友说，咱们提供的证据至少能让不锈钢在里面待10多年。哦，小伙子果然办事干净利落，未来前途不可估量啊！阿姨看好你。哇哦，表哥，10多年，那岂不是在里面把缝纫机都踩得冒烟了？简直是大快人心。暂时还不是庆功的时候，我先给我秘书打个电话。张秘书，快抓紧时间将不锈钢盗窃非礼事件散布出去，还有让小王和小赵准备操盘，让不锈钢公司无限接近跌停时抄底，然后再次拉升利马后清仓，以此往复直到持有者对不锈钢公司股票彻底失去信心。好的，林总，我立马安排。林坤挂断电话，略带严肃地对李安琪舅妈和程昱说道：“事不宜迟，我们再将不锈钢非礼表妹这件事情告诉李安琪，让李安琪对不锈钢彻底失望。阿姨，你帮忙将李安琪约出来。”好的好的，阿姨这就给我家安琪打电话。说完，舅妈拿出手机给李安琪打电话。安琪啊，你在干嘛呢？我有点事情要找你。舅妈，我在家呢，啥事情这么着急？你快来临安路旁边的这家长的鳗饭庄，不锈钢出了事。什么？好，舅妈，我马上就来。另一边，不锈钢公司门口挤满了记者和股民。李立成赶忙走进公司，被一群记者。李经理，请问不锈钢是否被拘留？消息是真的吗？李经理，听说不锈钢一侧遇熏新郎当入狱是真的吗？请问股票跌停与不锈钢入狱有关系吗？不锈钢公司门口被人围得水泄不通，当然更多的是林坤起来的人。半小时后，李安琪来到了长的鳗饭庄，刚走近一看，竟然除了舅妈之外，还有程昱和林坤。此时舅妈看到李安琪，急忙说道：“安琪啊，你可算是来了，有件大事得跟你说，你快过来坐。”舅妈，他们2个怎么也在这里？
你怎么会和他们认识的？安琪，瞧这孩子，看来你们都认识，我就不过多解释了。咱们说重点。是啊，安琪，好久不见。李安琪并没有理会程昱，继续向舅妈问道：“舅妈，你电话里不是说得很急吗？不锈钢到底怎么了？”哎呀，安琪，你看你咋还对不锈钢那个废物这么上心？我实话告诉你吧，不锈钢被请去喝茶了，没个10来年是出不来的。李安琪听完顿时惊讶，10年什么意思？具体是因为什么事情？怎么这么突然的事情我一点都不知道。安琪，这位是林坤林总，不锈钢就是色欲雄心，没把持住自己，对林总的表妹非礼。幸好人家林总和林总的表妹通情达理，这才有可能让不锈钢踩个10来年的缝纫机，不然的话，怕是直接就嘎了不锈钢的。色欲雄心，舅妈，你告诉我不锈钢现在在哪里？我要亲自去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此时舅妈看到李安琪对不锈钢如此的在意，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李安琪，我就纳闷了，你旁边这个小陈长得一表人才的，要个子有个子，要面子有里子，关键是还是个富2代，你干嘛老是惦记着不锈钢那个穷鬼废物？舅妈，你叫我出来，原来就是为了这事啊！你是长辈，我尊敬你，没想到你总是干这种龌龊之事。一旁的林坤看情况不对，赶忙调和道：“安琪，阿姨也是为了你好吗？长辈哪有害你的？他最多就是为了你的将来考虑嘛。坐下来慢慢聊。再说了，我表弟程昱比不锈钢好个1800倍的，你说是不？”闭嘴，跟你有什么关系？虽然我平时嘴上看不起不锈钢，但也轮不着你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外人来说事。李安琪舅妈看李安琪发火，自己也顿时没有耐心。什么？李安琪，你不要把我一片好心当驴肝肺了。不锈钢有什么好的？你说说，你倒是说啊！我这么辛苦的为了你的事操碎了心，你知道不？程昱瞅眼下星火燎原之势，也准备劝劝李安琪。安琪啊，阿姨都是为了你好，干啥还对长辈急眼呢？此时的李安琪被这几人干的 CPU 差点烧了。舅妈，我在最后问你一句，不锈钢现在在那个地方拘留。李安琪舅妈正准备说话时，林坤站了起来，软的不行，准备直接来硬的。没想到李小姐竟然对不锈钢还挺上心的。本来我想着有阿姨劝说，你肯定能够接受我表弟程昱。算了，我就直接把话挑明了。李小姐要想救不锈钢出来也不是不可以，只要李小姐答应老老实实嫁给程昱，我们可以考虑撤销对不锈钢的控诉。李安琪听后整个人直接懵逼了，没想林坤的报复心理竟然是这等变态。混蛋，你们休想！我算是明白了，绝对是你们3个人联合起来陷害不锈钢的。完了，准备逼我就范是吧？你们等着，我现在就去找最好律师。不锈钢我要救，逼我就范你也休想。说完，李安琪起身，直接快步离开了德曼饭庄。李安琪舅妈3人有些尴尬的相互看了看。林坤气愤说道：“真是不知好歹，还最好的律师。”没等林坤骂完，手机突然响起。不好了，林总，不锈钢公司股票就在即将跌停前被一神秘大户抄底，股票瞬间被拉升，我们没有抄底成功，反而被套出亏损52亿。一个神秘大户抄底，到底是谁？林总，我们根本查不到信息。什么？你们这些废物，你们立马给我辞职滚蛋！蠢货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办不好。此时，突然3名治安走了进来。请问哪位是李安琪的舅妈舒清女士？还有程昱、林坤？我们就是。几位跟我走一趟吧。等会儿，哥们，你肯定是搞错了。你稍等会儿，我给你们同事打个电话，这里面肯定有误会。不用了，你说的那个同事会在里面等你的。几位，根据不锈钢公司提供的涉嫌诬告陷害、财物造假、非法操纵股市等嫌疑，请回去接收调查。林坤几人听到这个消息，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坐倒在地。刚才还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在分享战利品，下一秒就变成了小强。治安局门口，被押解的林坤3人恰巧与出来的不锈钢相遇。林坤3人更是一惊，不锈钢悻悻地说道：“哎呀，这真是有点巧啊，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就见面了。”不锈钢，这怎么可能？就你会拍照，难道我就不能录音吗？哦，对了，舅妈，你难道忘记了你那2万块钱上从始至终没有我的指纹吗？什么？感谢3位昨天卖力的演出，改天有空到里面探望各位时，给你们带个小金人奖杯。此时林坤3人突然变很是卑微，带着哭腔对不锈钢说道：“不锈钢，你能不能放过我们？我们知道错了，我们只是跟您开个玩笑而已。”不锈钢，舅妈不是故意的。不锈钢直接理都没理，上了车。沈叔叔，你怎么亲自开车来接我？少爷，是老爷让我过来找您商谈一些事情。开车的人正是跟随不锈钢父亲46年的管家沈如龙，而不锈钢这次能顺利扳回一局，都是由沈如龙暗中帮助。我父亲安排的，还商谈事情。是的，少爷，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经常踩缝纫机的都知道，设局诬陷他人很容易把自己给送进去。不锈钢被自己老婆的舅妈给了陷害，最终舅妈反被送了进去。接上集，不锈钢10多年不见的父亲派老管家前来帮助自己。少爷，咱们进屋说话吧。不锈钢从治安局出来后，跟随沈如龙来到了一幢豪华别墅里。沈叔叔，今天叫我来，具体是什么事？少爷，老爷让我将这些东西交给你。
说着，沈如龙将一摞文件递给了不锈钢。这都什么呀？这是云顶山的资料，还有你父亲旗下的一些产业，环球酒店、高尔夫球场。这是什么意思啊？少爷，老爷的意思是希望您现在能开始参与家族的一些企业管理。当然了，老爷也不想让你太累，也不会一次性都先交给你，只是先让你从最普通的几个小企业入手。这是全球连锁5星酒店啊，你们管这叫小企业？我问一下，我们家一共有多少企业啊？沈如龙听了这一怔，随即笑道：回少爷，具体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些应该怕是连1/10都没有吧？或者说，这真的只是你们家企业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什么？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老爹到底是什么情况？消失了这么多年，竟然累积了这么多的产业。少爷，有事随时给我电话。对了，这次你将林家少爷送了进去，给林家一个教训也好。林家剩下事情就交给我和老爷来处理吧。林坤害我那么惨，送进去都是轻的。少爷，这商场如战场，可不能只看到眼前。毕竟林家是海市的首富之家，能收服他们更好。商场上能合作，尽量不能树敌，这就是您父亲这么多年能累积这么多产业的经营之道。沈叔叔，您说的也是。对了，少爷，老爷叮嘱你一定要对李安琪好一些。李安琪是个好姑娘。好姑娘，除了长得漂亮外，还哪里好了？少爷，老爷从8岁就离开你，让你历练，李家能如此包容，凭良心真的已经很不错了。换了其他人，可能真就做不到李安琪那样了。好了，我回去了。沈如龙走后，我拨通了李安琪的电话。不锈钢，你什么情况？电话打不通也就算了，玩失踪是吧？我舅妈说你进了治安局，我去治安局也没见你人影。电话那边的李安琪虽然是埋怨，但我听得出更多的是对我的关心。嘿，已经没事了，你刚才这是担心我呀？李安琪听我这么一说，瞬间脸红了，赶忙矢口否认。什么？我才没有担心呢，我还巴不得你被抓进去呢。哦，对了，明天学校优秀教师竞选，你要不要陪我去？我没问题啊，不过你现在都有自己的培训机构了，干嘛还一直不离开学校啊？不锈钢，社会上的事情你少打听，一个是生活，一个是理想，你懂个什么？明天陪我去就行了。李安琪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什么社会上的事情少打听？第二天早上，优秀教师竞选活动开始，和每年一模一样的剧情。首先是校长讲话，然后某些领导发言，再然后是一位位老师上台。下面有请最后一位教师李安琪上台竞选。不知道什么原因，李安琪竟然被排到了最后一个，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为之。今天我是最后一名竞选优秀教师的，很感谢大家给我的掌声和鼓励。随后，李安琪准备开始讲述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成果。就在这时候，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慢着！只见许振华从他的位置上站了起来，校长有些不解地看向许振华问道：“许主任，你这是干什么？”是这样的，校长，我觉得像李安琪这样的人没有资格竞选优秀教师。你为什么这样说？难道李老师犯了什么错误？许振华将矛头对准李安琪，他一边笑着一边看向李安琪。李安琪是你自己说，还是要我当众说出来？李安琪被许振华突如其来的发难搞得有些措手不及。许振华的突然开口，让台下原本安静瞬间就躁动起来，很多学生都在谈论之前谣言的事情。看来之前的谣言是真的，李安琪果然骚扰过学校的领导，还有许振华主任的事情，估计也都是真的了。就是那李老师长得那么漂亮，肯定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许主任，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还有，难道你不知道打断别人说话是很没有礼貌的一件事吗？况且我刚才是在竞选优秀教师发言，你这样随意打断我的话，是不是不尊重老师呢？哼，你不要和我扯这些没用的东西，我只是就事论事。你没有资格参加优秀教师的竞选，所以我刚才打断你的发言，并不是不尊重老师，反而我是为了维护老师这一高尚的职业，免得被你玷污。两个人的谈话听得台上台下的人都是一头雾水。李老师，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你难道还不自觉快点退出这次的优秀教师竞选？难道非要我把证据拿出来？到时候我怕你脸上挂不住啊！徐主任，我不知道你要我说什么，我也没什么可说，但是你要我退出本次的优秀教师竞选，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李安琪，这是你自己说的，那你可就不要怪我不讲情面了。各位学校领导、老师，还有在场的同学们，我许振华主任要在这里揭发李安琪所犯下的错误，证明我刚才说的他没有资格参加优秀教师竞选的决定是对的。江大成立这么多年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主任竟然当着全校所有人的面揭发一个老师。李安琪老师曾经对我有过骚扰，他想用这样的下流的手段让我帮他能够顺利的通过本次的优秀教师竞选，但是被我给拒绝了。如果大家不相信我，这里还有视频。什么？早就听说了这个传闻，没想到是真的。原来李安琪真的骚扰徐主任，竟然还有视频。李老师表面看着文质彬彬的，背地里原来这么乱啊！顿时这个消息就在人群里炸了。李安琪听到许振华刚才的一番话，气得直接怒骂：许振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扪心自问，我什么时候骚扰过你？还有你说的什么视频？有本事当众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面对着李安琪的质问，许振华不慌不忙地从口袋中拿出了小型投影仪，对准目标。李安琪看到屏幕中放着的视频，顿时傻眼了。他从来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视频中的人却是自己？看见李安琪的样子，许振华得意地笑了。视频中的人是你吧？你自己做的事情还想抵赖不成？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所以我上次就录下了这段视频。李安琪被他这番话问得哑口无言，虽然自己没有做过此事，但此刻视频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因为视频中的人竟然真的是自己。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吧？对于这样的人，又有什么资格参加优秀教师的竞选呢？您说是吧，校长？校长闻声也是站了起来。对于李安琪老师的所作所为，确实是有辱我们学校的教学风气，所以我决定取消他的资格。另外还有，慢着！校长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台下的一道声音打断了。众人的目光再次看向了声音的来源，校长立马认出了是我。吴秀刚，你怎么今天也来学校了？毕业3年，你愣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还没来得及说话，许振华立马站出来说道：“哟呵！我说是谁这么大胆？原来是不锈钢啊！怎么一点礼貌都不懂，随意打断校长讲话？”我没有理会许振华，直接走上了台。许振华有些慌乱，但是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好怕的，反正证据确凿，一个小小的不锈钢又能怎样呢？不锈钢，你想干什么？这里可不是你能上来的，还不快滚下去！许振华，你真是了不起啊！一段假的用 AI 画脸生成的视频，在你的嘴里都能说成是真的。可笑的是，在场这么多人，竟然没一个人怀疑。什么？这是假的？底下的学生开始躁动起来。不锈钢，不要觉得自己开了个小小的餐厅，就在这里有说话的份。信不信我一个电话让你变成捡破烂的？捡破烂怎么了？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也能将你开除？此时，李安琪有些担心地对我说道：“不锈钢，要不算了，这个许振华表面上在江大当主任，实际上他与某有关部门有关系。”好一个狂妄自大的家伙！你倒是说说怎么将我开除？你不会觉得你不开餐厅，我们就没得吃饭，饿倒闭不成？我是江大的这3年来隐藏的大股东，我拥有一票否决权。好了，我宣布你现在被辞退了。众人听到后皆是震惊。3年来我接连投资江大成了第1大股东，就连李安琪都不知道。不锈钢，你是不是疯了？干嘛夸大其词说些没用的？许振华更是一脸鄙夷，觉得我是在吹牛吓唬自己。不锈钢，你小子喜欢吹牛戏弄我是吧？我现在打电话让人将你的餐厅查封了。刘局你好。